穿越斗罗，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审判玉小刚，只因我觉醒裁决之书，并绑定至高执法系统，每完成一次正当执法，便可获得执法点。执法对象身份越高，奖励就越丰厚。此时武魂城执法堂外，我正坐在那里一笔一画地整理卷宗。身为武魂殿执法堂的一名卷宗记录员，职责就是安稳办公，依规行事。就在这时，执法堂外忽然传来一阵骚动，一个略显低沉却带着几分权傲的声音传入堂中：“让开！我有要事，面见教皇冕下。”我手中笔尖微微一顿，抬起头看向大门方向，只见一名中年男子走了进来。那人相貌普通，身形瘦削，穿着一身灰黑色长袍，眉宇间带着几分长期不得志的阴郁。他的左手负在身后，右手握着一枚令牌。原本还想上前询问的两名执法人员顿时变了脸色。教皇令，武魂殿最高等级令牌之一，见令如见教皇，寻常只是主教，甚至部分长老见到此令都要给几分面子。玉小刚走入执法堂后，目光在四周一扫，见众人都因为自己手中的教皇令而露出忌惮之色，脸上的神情稍稍缓和了几分。这一次他来到武魂城，便是为了唐三，只要能从比比东口中得到双生武魂的修炼方法，唐三未来必定能成为真正站在大陆巅峰的强者。到那时，谁还敢说他玉小刚是个只会纸上谈兵的废物？阁下既持有教皇令，自然可以入内。只是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在即，各大学院队伍入城人员混杂，为防万一，所有入内城者都要留党。玉小刚眼中闪过一丝不悦，他本就不愿让太多人知道自己来见比比东，尤其是弗兰德、柳二龙等人还在武魂城中，若是消息传出去，他少不得要解释。我说了，我有要事面见教皇，若耽误了大事，你们担待得起吗？那中年执事一时有些为难，教皇令是真的，玉小刚的态度也足够强硬。更重要的是，他隐约听过一些传闻，此人与教皇冕下似乎关系并不一般。就在场面僵住的时候，一道平静的声音从登记案后传来：“姓名。”玉小刚一愣，众人也循声看去。你说什么？姓名、身份、来意。令牌来源入殿事由。那中年执事脸色微变：“林业，这位持有教皇令。”我没有看他。今日执法堂戒严令第3条，凡入教皇殿者，无论身份高低，皆需登记。戒严令第5条，凡持特殊令牌者，需注明令牌来源。戒严令第7条，拒不配合登记者，执法堂有权暂缓其入殿申请。教皇令不是免登记令。这句话一出，整个执法堂的气氛顿时变了。玉小刚的脸色也彻底沉了下来。他本就因这些年修为停滞而心中敏感，最厌恶别人轻视自己。如今一个年轻记录员竟敢当众拦他，让他登记，还口口声声拿规矩压他，这让玉小刚心中顿时升起一股难以压制的怒火。你是什么人？武魂殿执法堂记录员林业。一个记录员也敢查我的身份？我没有动怒。正因为我是记录员，所以我要记录。你若不愿说明来意，可以离开。看清楚这是什么，还敢拦我吗？我的声音依旧平缓。我拦的不是教皇令，我拦的是拒不登记的你。四周众人听得心头一跳，这话说得太硬了。玉小刚怒极反笑：“好一个执法庭记录员，你可知道我是谁？”正因为不知道，所以才问你姓名。玉小刚胸口一堵，他发现自己竟被这年轻人一句话噎住了。旁边不少执法人员神情古怪，若不是场合不对，恐怕已经有人忍不住笑出声。听好了，我叫玉小刚，斗罗大陆魂师，界称我为大师。我曾提出10大武魂核心竞争力理论，乃是武魂理论研究领域的开创者，更是你们教皇冕下的旧识。现在我要见教皇，你一个小小记录员，确定还要拦我？大师之名是玉小刚这些年最后的尊严，哪怕很多人背后嘲笑他，哪怕蓝电霸王龙家族看不起他，哪怕柳二龙与弗兰德都知道他的缺陷，他依旧坚信自己在理论上的成就足以让所有人尊重。我拿起笔在卷宗上写下几个字：姓名玉小刚，身份自称理论大师，来意面见教皇，令牌来源。玉小刚脸色一滞，若他当众说出这枚教皇令来自唐后，事情立刻会变得麻烦。此令来历与你无关。我看向玉小刚的眼神终于有了一丝变化，不是愤怒，也不是嘲讽，而是一种看见案情出现关键破绽时的清醒。我在卷宗上又添了一行：令牌来源不明。你写什么？记录事实。我说了，此令与你无关。你持来源不明的教皇令进入武魂殿核心区域，现在拒绝说明来源。按照戒严令第9条，执法堂有权暂扣令牌，并对持令者进行身份核查。我伸手拿起案上的教皇令，放肆！他猛地伸手便要将令牌夺回来，一道漆黑锁链突然从我身旁的裁决之书中飞出，狠狠抽在玉小刚手腕上。玉小刚只觉一股剧痛传来，整条
手臂瞬间麻木，身形更是踉跄后退。你敢对我动手？执法堂内其他人也被吓了一跳。林业不可冲动。我却已站起身，掌心按在裁决之书上，一道幽暗光芒从书页间亮起。玉小刚，你持来源不明之教皇令，拒不登记、拒不说明令牌来源，试图强闯教皇殿，现执法堂依法对你进行临时拘押。你敢！他身上魂力涌动，虽然修为只有30多级，可此刻怒火攻心，竟真想强行冲出去。我眼神一冷，裁决之书哗啦翻开，一页黑色律文浮现，下一刻3道锁链同时飞出，第1道缠住玉小刚右臂，第2道缠住玉小刚左腿，第3道直接落在他肩头，重重一压，玉小刚当场单膝跪地，地砖裂开一圈细纹，剧痛让他脸色瞬间煞白。他想挣扎，却发现那锁链竟像是专门克制魂力一般，将他体内魂力压得死死的。林业，你疯了吧？他手里可是教皇令。教皇令不是免罪金牌，更不是他拒绝执法的理由。我再问一遍，令牌来源？玉小刚死死咬牙，眼中满是怨毒。他何曾受过这种羞辱？在蓝电霸王龙家族，他是族长之子；在魂师界，他是理论大师；在史莱克学院唐三尊，他如负众人称他老师。即便是比比东如今贵为教皇，也依旧对他旧情难忘。可现在一个小小记录员，竟敢让他跪在执法堂内当众审问他，这比打断他的腿还要让他难以接受。你会后悔的！等我见到比比东，我一定让他亲自治你的罪！执法堂众人脸色也变了，直呼教皇名讳，而且语气如此舒苍。看来此人与教皇冕下的关系确实非同一般。一时间，许多人看向我的眼神多了几分担忧，这件事怕是闹大了。然而，我并没有半点退让，而是在卷宗上继续写下：嫌犯玉小刚拒不交代令牌来源，并以教皇私交威胁执法人员，罪加一等。你来人，将玉小刚押入执法堂候审室。四周执法人员面面相觑，却无人敢上前。若这人真是教皇冕下旧识，他们今日碰了他，明日还能不能在武魂殿待下去，都是问题。我没有催促，只是手指轻轻敲了敲裁决之书，锁链骤然收紧。玉小刚闷哼一声，被强行拖向执法堂内侧。这时执法堂外忽然传来2道强大的气息，一冷一阴，一柔一寒。紧接着2道身影几乎同时出现在大门处。左边之人身形修长，气息阴柔，面容带着几分妖异；右边之人整个人像是笼罩在阴影中，气息幽冷，如鬼魅般难以捉摸。执法堂内众人脸色骤变，菊斗罗月关、鬼斗罗鬼魅，教皇冕下最信任的2位封号斗罗，也是武魂殿长老级强者，他们竟然来了。月关鬼魅，快救我！菊斗罗看到被裁决锁链锁住的玉小刚后，脸色顿时沉了下来。执法堂好大的胆子，连持有教皇令的人也敢拘押！整个执法堂瞬间噤若寒蝉。封号斗罗的威压虽未完全释放，但仅仅是站在那里，便足以让普通执法人员感到窒息。见过2位长老。菊斗罗没有看他，目光落在我身上。人放了！所有人都以为我该低头了，毕竟来的是封号斗罗，还是教皇亲信。可我只是平静地翻开卷宗，随后抬头看向菊斗罗和鬼斗罗。请问2位长老是以私人身份要求放人，还是以武魂殿长老身份要求放人？菊斗罗眉头一皱，有什么区别？若是私人身份，执法堂不予理会；若是长老身份，请出示教皇殿正式释放令。若没有释放令，却强行要求释放嫌犯，便是干预执法，罪同犯论处。菊斗罗和鬼斗罗的脸色也在这一刻彻底冷了下来，而我脑海中系统提示音终于响起：发现高阶干预执法目标，目标菊斗罗月关、鬼斗罗鬼魅，事件等级提升。当前案件教皇令滥用案，潜在关联武魂殿内部资料泄露案，教皇权力干预案，建议宿主继续审查。我眼底闪过一抹幽光，等的答案终于来了。有意思，本长老在武魂殿这么多年，还从未听过有人敢说我干预执法。年轻人，有些话说出口是要付代价的。我左手按着卷宗，右手按在裁决之书上，神情仍旧平静。执法堂只看事实，事实是2位长老没有出示释放令，却要求释放嫌犯。若2位坚持如此，我会如实记录。玉小刚看到菊鬼斗罗到来后，心里的恐慌已经散去了大半。他们出现就代表比比东已经知道自己来了，只要比比东知道，眼前这个叫林业的小小记录员便蹦跶不了多久。想到这里，玉小刚咬牙冷笑：林业，你现在放开我，再跪下向我赔罪，事情或许还有转坏的余地，否则等教皇冕下亲自过问此事，你后悔都来不及。我看了他一眼，提笔在卷宗上又填了一行：嫌犯玉小刚再次以教皇名义威胁执法人员。玉小刚脸色一僵，旋即勃然大怒：你还敢记？你敢说我便敢记。执法堂记录员的职责本就是记录。这句话让玉小刚一口气堵在胸口，脸色青一阵白一阵。他忽然发现自己以前那些身份和名声，在这个年轻人面前似乎完全不起作用。够了！他封号斗罗的威压缓缓散开，执法堂内的烛火微微摇晃，一些修为较低的执法人员脸色发白，下意识向后退去。菊斗罗一步步向前走来。林业是吧？本长老现在不想与你争论法典。玉小刚持有教皇令，且与教皇冕下关系匪浅，此事不是你一个记录员能
能处理的，把人交给我们，后续若有什么问题，自有教皇殿裁定。还是你认为执法堂的权力还能高过教皇殿？这话一出，不少执法人员神色微变。这是武魂殿内部长久以来最敏感的问题。执法堂名义上负责武魂殿内部律法，可教皇殿掌握最高政令。若教皇殿与执法堂意见相左，绝大多数情况下，执法堂都会选择退让。毕竟武魂殿真正的权力中心是教皇殿，执法堂只是执行机构。我当然知道这一点，但我更知道，若今日退了，往后武魂殿所谓的法典便只剩下一张空皮，强者和权贵可以随意践踏规矩，平民和底层魂师却要为每一点小错付出代价。这样的法不是法是枷锁。我翻开裁决之书，声音不高，却清楚传遍执法堂。武魂殿总律第3卷第17条，凡执法堂已立案之时，任何机构不得未经程序私自提走嫌犯。若涉教皇殿人员，须由教皇殿出具正式文书，并由执法堂、长老殿、供奉殿三方留档。玉小刚案已由执法堂登记立案，所以两位若想带人拿出文书便可。菊斗罗眼角一抽，他们是临时接到比比东传音赶来的，哪里来的文书？况且在他们看来，带走一个玉小刚何须文书？过去这些年，只要教皇殿发话执法堂，哪次不是照办？若我们没有文书呢？那人不能带走。鬼斗罗身上黑雾翻涌，如果本长老非要带呢？我合上裁决之书，那便是劫人、劫走执法堂候审嫌犯，等同袭击执法机构。按照武魂殿重律，可就地镇压。这一次不仅执法堂其他人脸色变了，连菊斗罗和鬼斗罗的脸色都真正阴沉下来。玉小刚更是忍不住讥笑出声：林业，你真把自己当什么人物了？你知道站在你面前的是谁吗？两位封号斗罗长老也是你能镇压的。菊斗罗深吸一口气，他不想在执法堂大打出手，这里毕竟是武魂殿内部，若真闹大，即便他们是教皇亲信，也免不了被供奉殿过问。可若就这样被一个记录员压住，他们二人的脸面又往哪里放？更何况比比东的命令很明确，把玉小刚带走，不能让他落在执法堂手里。菊斗罗转头看了鬼斗罗一眼，两人多年搭档，只一个眼神便明白了彼此的意思。现代人，至于文书是后部，至于林业若识相便罢，若不识相，让他受点教训也无妨。一个底层记录员而已，难道执法堂还真会为了他与教皇殿撕破脸？下一瞬，鬼斗罗的身影动了，他如同一团阴影，瞬间消失在原地。执法堂内不少人甚至没看清发生了什么，只觉得眼前一花，鬼斗罗已经出现在玉小刚身侧，一只苍白的手伸向缠绕玉小刚的裁决锁链，菊斗罗则同时向前一步，释放封号斗罗威压进行震慑。可就在鬼斗罗的手即将碰到锁链的瞬间，裁决之书忽然自行翻页，一页暗金色绿纹亮起，我的声音随之响起：鬼斗罗鬼魅为持文书擅动执法堂拘押锁链，行为定性劫囚，准许镇压。裁决锁链骤然绽放黑金色光芒，原本缠绕玉小刚的3道锁链瞬间分出一条，猛然缠向鬼斗罗手腕。鬼斗罗瞳孔微缩，身为敏攻与诡秘兼具的封号斗罗，他最擅长的便是速度和隐匿，寻常魂师连他的影子都看不见，可眼前这锁链却像是完全不受视觉与魂力波动影响，直接锁定了他的行为。更诡异的是，那锁链上传来的压制力竟让他体内魂力出现了一瞬间的凝滞。什么东西？鬼斗罗心中一惊，身影迅速后撤，但那条裁决锁链却紧追不放，速度快得惊人。菊斗罗脸色一变，他猛地抬手，一朵奇荣通天菊虚影在身后浮现，锋锐的花瓣化作金色流光，斩向裁决锁链，两者相撞，竟发出金铁交击之声。下一刻，花瓣破碎，锁链却只是微微一震。你的武魂不是普通书武魂？我没有回答。菊斗罗越关以魂力攻击执法堂拘押器具，协助劫囚，行为定性共同干预执法。又一道锁链自裁决之书中飞出，这一次锁链直奔菊斗罗而去。菊斗罗冷哼一声，身后黄黄紫紫黑黑黑黑9枚魂环骤然浮现，整个执法堂仿佛被一股庞大魂力填满，不少执法人员闷哼一声，纷纷后退。林爷，快停下，这里不能打！不是我要打，是两位长老要劫人，我只是执法。此时鬼斗罗也释放出9枚魂环，两大封号斗罗的气息同时压下，执法堂内桌案剧烈震动，卷宗散落一地。林业，你不是要执法吗？现在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执法。你会看到的。我抬手按在裁决之书上，下一刻一圈灰黑色光环从脚下扩散开来，没有惊天动地的魂力爆炸，没有炫目的武魂特效，只有一种难以言喻的肃杀与沉重，像是某种无形法令降临此地。执法堂墙壁上悬挂的一条条武魂殿律令，此刻竟同时亮起微光。凡入武魂殿者，须遵武魂殿律，执法期间任何人不得强行干预，强者犯法与庶民同罪。菊斗罗和鬼斗罗同时感到身上一沉，他们的魂力运转并未被完全封死，却像是被某种力量套上了一层枷锁，每一次魂力流动都要受到审视，每一次想要出手都会感到一股若有若无的反制之力。你一个记录员竟然拥有领域，这2个字一出之，法堂内众人彻底震惊。在斗罗大陆领域是极其罕见的能力，哪怕许多封号斗罗终其一生也无法拥有真正领域，而且这领域的性质极其古怪，不像寻常领域那样单纯增幅自身或削弱敌人，它更像是一座无形的审判
判场，只要身处其中，所有行为都会被律令衡量。我站在领域中央，黑色执法袍无风自动，此为执法领域，在此领域中一切干预执法之举，皆会被记录判定反制。二位长老现在退后，我可以只记你们干预未遂，若继续出手，便按劫囚处理。菊斗罗脸色难看，鬼斗罗沉默不语。他们终于意识到，眼前这年轻人并非普通记录员。可若他们被一句话吓退，日后也不用在武魂殿立足了。领域确实稀奇，但你以为凭一个领域就能拦住2位封号斗罗？他第6魂环亮起，无数金色花瓣在空中凝聚，像一场华美却致命的风暴向我席卷而去。鬼斗罗身形再次消失，他没有再去碰玉小刚，而是直奔向我。面对2位封号斗罗夹击，我终于抬起了右手，裁决之书翻至第2页，上面浮现出4个字：禁止袭法。执法堂内袭击执法人员，罪加3等。执法领域猛然收缩，那些金色花瓣还未靠近，便像是撞上无形墙壁，被一层层压碎。鬼斗罗出现在身后，手掌距离我的肩膀不足3寸，却成了无法逾越的距离。一条裁决锁链从地面升起，缠住鬼斗罗脚踝，另一条锁链缠住他的手腕，第3条锁链横在他喉前。下一刻，我回身一掌按在鬼斗罗胸口，没有魂技光芒，没有爆裂声势，只有一枚黑色绿印瞬间落下，鬼斗罗整个人倒飞出去，撞碎一排桌案。与此同时，菊斗罗的花瓣风暴被强行撕开，我抬着一点。月关协助劫囚袭击执法人员，锁。3道裁决锁链自虚空中落下，菊斗罗怒喝一声，气容通天，巨绽放到极致，金色光芒几乎照亮整座执法堂。可那锁链却仿佛不是单纯的魂力攻击，它不与菊斗罗正面拼魂力，而是直接锁定他的违规行为。只要罪名成立，锁链便如影随形。菊斗罗连退7步，最终还是被一道锁链缠住左臂。锁链收紧的一瞬间，他体内魂力流速骤降。菊斗罗脸色变了。老鬼！鬼斗罗从碎木中起身，眼神阴冷到了极点。2人对视一眼，身上魂力同时涌动，一股奇异的联系开始在他们之间形成。武魂融合技2级，静止领域，这是他们真正的底牌，也是他们能被比比东倚重多年的原因。一旦施展，哪怕是同级封号斗罗也会被强行定住。我自然也察觉到了。裁决之书第3页无声翻开，上面浮现出新的律文：执法堂内禁止施展大范围毁灭性魂技。2位长老是想毁了执法堂吗？林业，是你逼我们的。先拿下你，再谈法典。2人的魂力联系越来越强，灰白与金色的光芒交织，仿佛要将整片空间凝固。执法堂众人脸色惨白，一旦2级禁止领域在这里彻底展开，他们这些低阶魂师不死也要重伤。玉小刚却兴奋的浑身发抖，他看向我，眼中充满怨毒。林业，你完了！你真以为一个执法堂记录员能和封号斗罗作对？等你被拿下，我要让你跪在我面前，一字一句承认自己错了。我没有理他，只是看着菊鬼斗罗之间即将成型的融合领域，轻轻叹了一声。看来口头警告无效。裁决之书忽然升空，书也哗啦啦翻动，一枚枚黑金绿纹从书中飞出，悬于执法堂4方。我缓缓开口：以武魂殿执法堂记录员林业之名，记录当前事实。菊斗罗、月关、鬼斗罗、鬼魅无文书提人，强行劫囚，袭击执法人员，意图于执法堂内施展大范围魂技，情节严重，准许强制镇压。执法堂内所有绿纹同时亮起，菊斗罗和鬼斗罗只觉得那股刚刚凝聚起来的武魂融合联系，竟被一柄无形利刃从中斩断。魂力反噬之下，2人同时闷哼一声，而下一瞬6道裁决锁链从虚空中降下，2道锁住菊斗罗双臂，2道锁住鬼斗罗双臂，最后2道分别压在他们肩头。2位封号斗罗同时被压得单膝落地，地面崩裂。执法堂死寂无声，所有人都呆住了。菊斗罗和鬼斗罗竟然跪了，虽然只是单膝，虽然他们并非彻底失去战力，可眼前这一幕仍旧让众人脑海一片空白。那可是封号斗罗，站在斗罗大陆巅峰的强者，竟然被林业一个记录员以执法堂法典之名当场镇压。玉小刚脸上的笑容彻底僵住，他瞪大眼睛，满脸不可置信。不可能，这不可能！我没有多看跪地的菊鬼斗罗，而是走到玉小刚面前，居高临下的看着他。现在没人打断了，我们继续。玉小刚喉咙发干，第一次感受到了真正的恐惧。我将那枚教皇令放在他面前，最后一次，令牌来源。玉小刚嘴唇颤抖，他仍想嘴硬，可身后菊斗罗和鬼斗罗被锁链压制的画面，让他心底最后一点底气开始崩塌。我眼神微沉，转身看向中年执事，拒不交代。传讯档案室调取近20年教皇令流转记录，同时上报执法堂堂主玉小刚所持教皇令来源不明，疑似与武魂殿通缉人员有关。你胡说什么？这枚教皇令不是比比东给你的，也不是武魂殿授予你的，它来自唐昊，对吗？执法堂内瞬间炸开，菊斗罗和鬼斗罗脸色巨变。昊天斗罗唐昊，武魂殿通缉多年的重犯，袭击前任教皇千寻疾的罪魁祸首。若玉小刚手中的教皇令真来自唐昊，那这件事的性质就彻底变了。这不再是简单的入殿登记问题，而是通缉犯令牌流入武魂殿核心区，甚至有可能涉及昊天宗唐三魂师大赛。玉小刚脸色惨白，眼神慌乱了一瞬。虽然他很快强行镇定下
下来，但这一瞬间已经足够。我的裁决之书上浮现出一行字：目标情绪波动异常，判断命中关键事实。记录：嫌犯玉小刚疑似持有武魂殿通缉犯唐昊交付之教皇令，本案升级，由普通违规入殿案转为通缉犯关联案，即刻封存证物，任何人不得提走嫌犯，违者同谋论处。就在这时，一道冰冷而威严的女声从执法堂外传来：林烨，你好大的胆子！众人心头猛地一颤，下一刻，一道高贵冷艳的紫色身影缓缓走入执法堂，手持教皇权杖，头戴九曲紫金冠，气息威严，目光冰冷。武魂殿教皇比比东到了，见过教皇冕下。见到本教皇，为何不跪？执法堂众人心头一紧。武魂殿礼制卷第3条，执法人员执行职务期间，见教皇需行礼，但不必跪拜。若教皇冕下认为此条不妥，可以下令修订，但在修订之前，我依旧按现行律令执行。比比东眼神彻底冷了下来，他最厌恶的便是这种人，表面上句句讲规矩，实际上却是在借规矩挑战他的权威。玉小刚看见比比东出现，心底最后一点恐惧终于被压下。教皇冕下，此人无故扣押我，还污蔑我与唐昊勾结，更对月关鬼魅2位长老出手。他分明是居心叵测，想借执法堂之名扰乱武魂殿。教皇冕下，此次武魂归因实力不明，且对武魂殿长老毫无敬畏。他绝非普通记录员。放人！在武魂殿，他的话便是命令，至少过去这些年一直如此。可我只是伸手将桌上那枚教皇令缓缓推到卷宗旁边，随后抬头看向比比东。教皇冕下，请出示释放令。大唐再次死寂，中年执事只觉得眼前一黑，险些站不稳。本教皇亲自来要人，还需要释放令？需要。玉小刚一案已由执法堂正式立案，案情涉及来源不明的教皇令以及武魂殿通缉犯唐昊。按照武魂殿总律，任何人提走嫌犯都必须留下正式文书，教皇冕下也不例外。比比东握着权杖的手指微微收紧。林烨，你是在拿法典压本教皇？我是在提醒教皇冕下，法典也保护你。若今日你没有文书便带走嫌犯，日后有人追查，卷宗上会留下你干预执法的记录。此事对教皇冕下的威望并不好看。这话听起来像是在为比比东考虑，但在场所有人都听得出来，这是在警告比比东，若强行带人执法堂会记录，而只要记录存在，便有被供奉殿看到的可能。比比东心中杀意一闪而过，但他这些年好不容易在武魂殿站稳脚跟，绝不能因为玉小刚之事给供奉殿留下把柄。此事本教皇会亲自查清，玉小刚身份特殊，不适合由执法堂审问。你将人交给我，本教皇会给执法堂一个交代。我看着他，什么交代？林烨，莫要得寸进尺。执法堂只认文书，不认口头承诺。玉小刚再也忍不住了。林烨，你不过是一个记录员，谁给你的胆子和教皇冕下这样说话？你口口声声说法典，可武魂殿的主人就是教皇冕下，他要带走谁，何须经过你同意？这话一出，我的眼神终于冷了几分。武魂殿由历代魂师建立，由无数执事护卫主教长老守护，也由天下平民魂师供养。教皇是武魂殿的执掌者，不是武魂殿的主人。若一句主人便能让法典失效，那武魂殿与贵族私宅有何区别？执法堂内不少人听得心头一震，这话已经不只是顶撞教皇，而是在重新定义教皇的位置。林烨，你知道自己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吗？知道，意味着我认为教皇不该凌驾于武魂殿律法之上。好一个不该凌驾于律法之上！那本教皇问你，你凭什么认定玉小刚有罪？凭什么扣押他？凭什么怀疑教皇令来源？我将卷宗翻开。第一，玉小刚在戒严期间拒绝登记，违反戒严令第3条。第二，玉小刚拒绝说明令牌来源，违反戒严令第5条。第三，玉小刚试图强行夺回暂扣令牌，抗拒执法。第四，玉小刚多次以教皇冕下名义威胁执法人员。第五，玉小刚在被追问令牌来源时情绪异常，且无法解释该教皇令为何不在武魂殿流转记录之内。第六，该令牌疑似与武魂殿通缉犯唐昊有关，在以上疑点未查清之前，玉小刚不能离开执法堂。说到唐昊2字时，比比东眼神明显一凝，虽然变化极轻，但我看见了，裁决之书也看见了，书页上一行暗金小字浮现，目标比比东对唐昊一名出现警觉反应，关联性增强。你所谓的疑点不过是猜测，所以现在只是候审，不是定罪。若教皇冕下能证明玉小刚无罪，执法堂自然放人；若不能，请不要干预。本教皇若一定要带走他呢？我沉默了一瞬。教皇冕下是以什么身份带走他？你什么意思？我看着他一字一句道：若你以教皇身份带走玉小刚，请出示释放令；若你以私人身份带走玉小刚，执法堂不予承认；若你以玉小刚旧情人的身份带走他，那此案性质将
从教皇令滥用案升级为教皇徇私干预执法案。此时整个执法堂骤然一静，玉小刚脸色变了，菊斗罗和鬼斗罗脸色也变了，比比东眼中更是瞬间浮现出一抹寒意，一股恐怖威压从他身上扩散开来。执法堂内所有人都感到胸口一沉，仿佛被巨石压住，不少低阶执法人员直接半跪在地，脸色惨白。玉小刚虽然也被威压波及，却在此刻感觉到一种久违的安全感。这就是比比东，这就是教皇，只要他愿意出手，林业再如何牙尖嘴利都没有意义。斗罗大陆终究是强者说话的地方，法典规矩在绝对实力面前只不过是一堆废纸。比比东手中权杖轻轻点地，地砖裂开蛛网般的痕迹。林业，本教皇念你年少无知，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解开锁链，交还教皇令，放了玉小刚，再向2位长老赔罪。今日之事，本教皇可以从轻发落。不少执法人员心中微微一松，教皇冕下还是留了余地，只要林业现在低头，至少性命无忧。中年执事更是拼命给我使眼色，可我没有看任何人，只是翻开裁决之书，拒绝。玉小刚不能放，教皇令不能还，菊斗罗、鬼斗罗干预执法的记录也不能撤。至于赔罪，执法堂依法行事，何罪之有？这句话彻底点燃了比比东的怒火，他不再多言，手中权杖光芒骤然亮起，一股强横魂力凝成紫色光刃，撕裂空气，瞬间逼近我面门。执法堂众人惊呼未出，光刃便已落下。我没有闪避，只是抬起右手按在裁决之书上。比比东无文书干预执法，以武力攻击执法人员，行为定性，滥权。裁决之书瞬间爆发出黑金光芒，执法领域扩大，那道紫色光刃在距离我3尺之处骤然停滞，下一刻光刃寸寸崩碎。比比东瞳孔微缩，他虽然没用全力，但这一击也不是普通魂师能挡下的。菊斗罗和鬼斗罗此刻也心中震动，他们原以为林业只是武魂古怪，领域特殊，刚好克制执法堂内的违规行为，可现在看来，他的魂力层次同样不低，甚至远超表面年龄该有的程度。你果然隐藏了实力。执法人员不需要向嫌疑干预者解释自己的实力。你是在说本教皇？在此案中，你已不适合继续以裁决者身份出现，因为你与嫌犯玉小刚存在私人关联，且你已经实际出手干预执法。这句话彻底点燃了比比东的怒火，他不再多言，手中权杖光芒骤然亮起，一股强横魂力凝成紫色光刃，撕裂空气，瞬间逼近我面门。执法堂众人惊呼未出，光刃便已落下。我没有闪避，只是抬起右手按在裁决之书上。比比东无文书干预执法，以武力攻击执法人员，行为定性，滥权。裁决之书瞬间爆发出黑金光芒，执法领域扩大，那道紫色光刃在距离我3尺之处骤然停滞，下一刻光刃寸寸崩碎。比比东瞳孔微缩，他虽然没用全力，但这一击也不是普通魂师能挡下的。菊斗罗和鬼斗罗此刻也心中震动，他们原以为林业只是武魂古怪，领域特殊，刚好克制执法堂内的违规行为，可现在看来，他的魂力层次同样不低，甚至远超表面年龄该有的程度。你果然隐藏了实力。执法人员不需要向嫌疑干预者解释自己的实力。你是在说本教皇？在此案中，你已不适合继续以裁决者身份出现，因为你与嫌犯玉小刚存在私人关联，且你已经实际出手干预执法。比比东一步踏出，恐怖威压再度增强。林业，你真以为凭一个领域就能审本教皇？现在还不是审判，只是记录。我抬手一挥，裁决之书升至半空，一页空白，卷宗在书中自动展开，上面开始浮现文字。案件名称：玉小刚教皇令滥用案，新增关联人员比比东，身份武魂殿教皇，关联行为：无释放文书要求带走嫌犯，以口头命令压制执法，以武力攻击执法人员，与嫌犯存在旧情关联，疑似利益冲突。比比东脸色终于变了，这是把他拉下裁决席，放到了被审查的位置上。玉小刚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林业，你疯了！你竟敢把教皇冕下列入案卷？法典没有规定教皇不能被记录，也没有规定教皇不能被审查。比比东握着权杖的手指节泛白，这一刻他真正动了杀心，哪怕会被供奉殿抓住把柄，他也不想再让林业继续活着说下去。可就在他准备释放更强魂力时，执法堂外忽然传来一阵急促脚步声，一名档案室执事满头冷汗地冲了进来。林记录查到了，近20年教皇令流转记录中没有玉小刚持有的这一枚，但编号对应的原令牌曾在12年前遗失。遗失记录显示，他这才看见比比东也在场，顿时吓得双腿发
软，不敢继续说了。念遗失地点为昊天宗势力范围，最后经手记录与唐昊有关。执法堂内彻底炸开，果然是唐昊。玉小刚脸色瞬间失去血色，比比东眼神也沉到了极点。我缓缓转身，现在证据链开始成立。玉小刚持有疑似唐昊流出的教皇令，拒绝说明来源，试图进入教皇殿面见教皇。教皇比比东无释放文书，强行要求带走玉小刚，并在案情涉及唐昊后仍试图干预执法。我停顿了一下，教皇冕下，现在请你解释，你要带走玉小刚究竟是为了武魂殿，还是为了他？执法堂内无人敢言，所有目光都落在了比比东身上。比比东的眼神阴沉到极点，心中第一次生出一种极其荒谬的感觉。明明他才是教皇，明明他才是这座武魂城名义上的最高执掌者，可此刻站在执法堂里，他却仿佛成了被审问的人，这让他感到愤怒，更让他感到危险。比比东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心中杀意。他知道自己不能被林业牵着走，越是这种时候，越不能失态。林业，本教皇可以回答你，为何要带走玉小刚？他曾是武魂殿名誉长老，与武魂理论研究有关。此次魂师大赛期间，各方势力云集武魂城，说他被执法堂当众拘押，必会引起外界猜疑。本教皇要带走他，是为了避免事态扩大。至于教皇令来源，本教皇自然会亲自调查。若真与唐昊有关，武魂殿不会姑息。所以你现在放人，本教皇可以既往不咎，这是本教皇给你的最后一次台阶。执法堂内不少人神色微动，不得不说，比比东不愧是做了多年教皇之位的人，哪怕已经被逼到如此地步，仍能迅速找到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他没有承认私情，也没有否认调查，而是把带走玉小刚包装成了避免舆论扩大。如果林业继续强硬，反倒显得不顾大局。玉小刚也立刻反应过来，不错，教皇冕下考虑的是武魂殿大局。林业，你不过是一个记录员，眼界狭隘，只知道揪着一点小事不放，根本不懂什么叫大局。我玉小刚纵然与唐昊相识，那又如何？唐昊当年之事自有上一代恩怨，我手中令牌也只是受人所托，暂时保管。你凭什么因此污蔑我勾结通缉犯？更何况我这次来武魂殿是为了魂师界理论交流，是为了培养年轻一代魂师。你如此对待一个理论研究者，难道就不怕寒了天下学者的心吗？玉小刚最擅长的便是把私人目的包装成高尚理由，可惜我最不吃的便是这一套。你此次来武魂殿是准备与教皇冕下交流何种理论？这与你无关。我提笔记录，嫌犯拒绝，说明会见教皇具体事由。玉小刚差点被气得胸口发闷。林业，你不要太过分。我神色不变。执法堂问询期间，嫌犯有义务说明来意，你若不说，我会继续记录。林业，玉小刚并非犯人。我翻开了另一份卷宗，在调查结束前，他是候审嫌犯。既然玉小刚自称是理论研究者，又说此次前来是为了魂师理论交流，那正好，执法堂这里还有一件与他有关的旧案——武魂殿内部资料外泄案。玉小刚脸色瞬间僵住，比比东眼神也骤然变冷。20余年前，武魂殿资料库曾多次开放给外部人员查阅，其中一名查阅者便是玉小刚，当年负责批准其进入资料库的人，是时任武魂殿圣女比比东。执法堂内响起一片压抑的吸气声，这几个词连在一起，已经足以让人联想到很多东西。林业，注意你的言辞。我只是在陈述档案记录，把20年前资料库调阅记录拿出来。那档案室执事脸色煞白，站在原地不敢动，一边是教皇，一边是已经连巨鬼斗罗都敢锁的林业，他夹在中间，只觉得自己今日恐怕很难活着走出执法堂。我没有催促，档案室执事执法堂调档期间拒不配合，按阻碍执法记录。那名执事腿一软，差点跪下。我拿！他连忙从怀中取出一枚储存卷轴，卷轴打开，数页泛黄记录浮现在半空，上面清楚写着多年前资料库的调阅情况。我扫了一眼，玉小刚20年前至19年前，前后7次进入武魂殿理论资料库，查阅内容包括武魂变异案例汇总、魂兽年限与魂环承受力研究、双生武魂早期记录、辅助类武魂修炼路径、受武魂缺陷补足方案。我每念一项，玉小刚的脸色便难看一分。这些内容的确是他当年接触过的资料，但在他心里，那些早就已经变成了自己的东西。他研究、整理、归纳、思考，最后提出理论，怎么能叫偷？我念完后，又翻开另一份资料。玉小刚离开武魂殿后，对外发表所谓10大武魂核心竞争力，其中第3条，魂环吸收年限与魂师体质强度相关。武魂殿资料库旧档早在37年前便已有相似结论。第5条，武魂变异存在良性与恶性2类方向。武魂殿变异案例汇总中早在42年前便有详细分类。第7条，植物系魂师不必局限于植物魂兽魂环。武魂殿猎魂研究院旧档早在29年前便有实验记录。玉小刚脸色涨红，怒声道：荒谬！这些理论虽有前人
记录，但真正整理成体系的人是我，没有我，谁能将这些零散资料归纳为10大核心理论？武魂殿资料库里堆着无数旧档，难道只要我看过之后，所有理论都不算我的了吗？这番辩解听起来并非全无道理，执法堂内一些人也露出思索之色。理论研究本就会参考前人成果，若只是看过资料便说对方盗用，确实有些牵强。比比东也立刻抓住这一点。林业理论传承本就不是闭门造车，玉小刚曾借阅武魂殿资料不假，但若无他的整理和总结，那些资料依旧只是旧址。你以此指控他盗用，未免太武断。玉小刚连忙附和：不错，我承认我曾看过部分武魂殿资料，但10大核心竞争力是我多年心血总结，不是简单抄录。林业，你不过是执法堂记录员，不懂理论研究，你没有资格评判我的学术成果。我看着他，没有立刻反驳。说得好，若只是参考前人资料再进行归纳整理，确实不能简单定性为盗用。所以我从一开始说的就不是普通借鉴。我抬手，裁决之书再次翻页，一页新的卷宗浮现。我要查的是未授权代理、复制、传播武魂殿内部资料。按照武魂殿资料库管理条例，外部人员查阅资料时，不得复制、代理，不得向外传播未公开档案内容。玉小刚，你当年进入资料库时，应当签署过保密文书。很快，一份旧文书投影浮现，上面写着：外部查阅者玉小刚承诺不复制、不代理、不公开传播武魂殿内部未公开研究资料。你签过这份文书吗？玉小刚嘴唇动了动。时间太久，我不记得了。我点头。那我问你第二个问题，你发表10大武魂核心竞争力时，其中至少6条内容与武魂殿未公开档案高度重合，你是否获得过武魂殿授权？玉小刚额头开始冒汗，那个时候他和比比东关系亲近，比比东愿意让他进资料库，他便进了。至于授权不授权，他根本没想过，或者说他认为自己迟早会和比比东在一起，武魂殿的东西自然也会成为他的助力。可这种话不能在这里说，于是玉小刚咬牙开口：理论是我自己整理出来的，不需要授权。你整理的前提是使用了武魂殿未公开资料，既然签署过保密文书，便不能对外传播相关内容，除非你能证明那些理论全部来自你本人独立研究，与武魂殿档案无关。你这是强词夺理。不，这是举证责任。你若声称自己无罪，可以拿出独立研究记录、实验记录、案例来源、推导手稿、验证过程，只要你拿得出来，执法堂可以继续核查。玉小刚脸色铁青，他拿不出来，因为他所谓的理论很多本就是从武魂殿资料和蓝电报王龙家族典籍中拼凑整理而来。他当然也有思考，也有归纳，但要说完整独立研究记录，他没有。我将他的反应尽收眼底。嫌犯玉小刚无法提供10大武魂核心竞争力独立研究证明。够了，林业，你凭什么一口一个嫌犯？就算理论有争议，那也是学术之争，不是罪。若只是学术争议，的确不是罪，但你签署保密文书后，仍将未公开资料内容整理发表，并以此获取名望，便涉嫌违规传播武魂殿内部资料。若你之后又借此身份持唐昊交付的教皇令进入武魂殿，试图获取更多机密，那便不只是学术争议，而是窃密。玉小刚如遭雷击，比比东的脸色也变得极其难看。若玉小刚被定为窃密，那他这个当年的批准者也必然要被追责。林业，你越界了，此事涉及武魂殿旧档，不是你一个记录员能查的。旧案不代表不能查，涉及教皇也不代表不能查。比比东身上的气息再次危险起来。你真要把此事闹大？不是我要闹大，是玉小刚持唐昊令牌进入武魂殿，是2位长老无文书截人，是教皇冕下亲自干预执法，我只是记录发生过的事。你以为你记录下来便能改变什么？执法堂归武魂殿管，而我便是武魂殿教皇，没有本教皇点头，你的卷宗送不出这座执法堂。我没有争辩，只是看向执法堂外。谁说卷宗送不出去？比比东眉头一皱，下一刻，执法堂外传来沉稳脚步声，一名身披经文长袍的老者缓步走入。他须发半白，身形高大，气息厚重如山，虽未刻意释放魂力，却让所有人心头一沉。菊斗罗和鬼斗罗脸色同时一变，低声惊呼：二供奉！二供奉！来人正是供奉殿98级巅峰斗罗金鳄斗罗，武魂殿真正的老资格强者之一。比比东眼神瞬间冷了下来。二供奉，你来做什么？金鳄斗罗没有立刻回答，他先扫了一眼被锁住的菊鬼斗罗，又看了
看了看狼狈不堪的玉小刚，最后目光落在我身上，他的眼中闪过一丝难以掩饰的惊讶。显然他也没想到执法堂里竟藏着这样一个年轻人。片刻后，金额斗罗沉声开口：“大供奉听闻执法堂有重大案件，命老夫前来旁听。继续。”玉小刚只觉得浑身冰冷，比比东的脸色也彻底沉了下来。我微微颔首，翻开裁决之书。既然供奉殿旁听，那么执法堂正式记录。玉小刚案第2项审查开启，案名武魂殿内部资料泄露案，被审查人玉小刚，关联审查人比比东。第一问：玉小刚，你当年离开武魂殿时，是否私自带走过武魂殿理论资料副本？裁决之书上黑金色的文字缓缓浮现。审查开始。玉小刚嘴唇颤抖，他看向比比东，可此刻比比东也无法立刻开口救他，因为金鳄斗罗就站在那里，供奉殿的目光已经落下。我没有私自带走资料副本。我点了点头。记录：被审查人玉小刚否认私自带走武魂殿资料副本，调取当年资料库出入物品检查记录。那档案室执事已经彻底认命，连忙又打开一份旧档。20年前的资料库出入记录找到了，玉小刚最后一次进入资料库是在20年前7月16日，当日出库检查记录显示，随身携带手札3本，笔记2卷，草稿纸若干，负责检查者备注，内容为个人理论研究笔记，无明显武魂殿档案原件，准予代理。那3本手札与2卷笔记后来是否入库备案？没有。按照资料库管理条例，外部查阅人员离库时携带的研究笔记，若涉及内部资料整理，是否应留副本备案？应当备案。我看向玉小刚，解释：那只是我的个人笔记。可你刚才说你没有带走资料副本，现在记录显示你带走了3本手札、2卷笔记。笔记是笔记，副本是副本，那是我自己写的东西，不是武魂殿资料副本。我点头。那请你说明笔记内容是否涉及你在资料库中查阅的武魂殿未公开资料？玉小刚脸色一僵，他知道自己又被逼进了一个陷阱。若说不涉及，那他发表的理论与武魂殿旧档高度重合，无法解释；若说涉及，那就是承认代理了未公开资料整理内容，他只能避重就轻。我当时只是做了一些学术总结。学术总结是否基于武魂殿内部资料？部分参考。是否获得资料库授权代理？玉小刚沉默。记录：被审查人玉小刚承认，代理基于武魂殿内部资料整理而成的个人手札，无法提供授权备案。我没有承认。你刚才说部分参考，这就是承认。你若认为记录不准确，可以申请复核。玉小刚气得双手发抖。比比东终于出面。林业，当年资料库检查者既然准许他代理，就说明那时并未认定违规。教皇冕下说的不错，所以我没有说当年检查者一定失职，但现在出现了新的事实，玉小刚代理的笔记内容后来被整理成所谓10大武魂核心竞争力并对外传播，这就需要重新审查。过了20年再翻旧账，你不觉得荒唐？罪责不会因为时间过去就自动消失，更何况旧案之所以重启，是因为玉小刚今日持疑似唐昊交付的教皇令，试图再次进入教皇殿，旧资料泄露和今日入殿申请存在关联，所以必须查。说得通。比比东眼神更冷，金鳄斗罗这是在给林业撑腰。玉小刚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心底愈发慌乱。他看向比比东，眼中带着几分求助。比比东避开了他的目光，不是他不想帮，而是此刻不能再贸然帮。他越是急着保玉小刚，林业就越能把他往寻死上扣。我没有给众人太多思考时间，继续翻开卷宗。第2问：玉小刚，你当年是否因比比东圣女身份，获得了超出普通外部研究者的资料查阅权限？玉小刚脸色又是一变，比比东也立刻抬眸。林业，此问涉及权限来源，必须记录。教皇让他问。比比东脸色阴沉，金鳄斗罗的语气并不重，却带着一种老资格强者独有的压迫感。他不是请求，是告知。执法堂内的气氛变得更加微妙，许多人这才真正意识到，今日之事已经不再由比比东一人决定。玉小刚嘴唇发干，他当然是因为比比东才获得权限，否则一个蓝电霸王龙家族的废武魂师，凭什么进入武魂殿核心资料库？哪怕他顶着理论研究者的名头，也不可能7次入库，还能查阅那么多高阶资料。可他若承认，就等于证明自己利用了比比东的私人关系，也证明比比东当年为他开了方便之门。当年是武魂殿认可我的理论天赋，所以才允许我进入资料库。谁认可？武魂殿高层。具体是谁？我不记得了。调审批记录。档案室执事立刻低头翻找，片刻后，他脸色变得极其难看。审批记录上共有2道签批，一道是资料库副管事的例行签名，另一道是圣女比比东。比比东脸色冰冷，没有说话。
那又如何？当年圣女只是看中我的理论能力，才给我查阅资格，这是正常学术交流。正常学术交流不会7次查阅未公开核心档案，正常学术交流也不会签署保密文书后又将相关内容对外发布，更不会在20年后持武魂殿通缉犯给的教皇令再次进入教皇殿。玉小刚脸色铁青，单独看着每件事似乎都有辩解余地，可一旦放在同一个案卷里，便形成了一条极其危险的线。若继续延伸下去，任何人都会怀疑玉小刚是不是长期利用比比东和武魂殿获取利益，甚至更严重一些，他是否将武魂殿内部情报间接传递给了唐昊或唐三。玉小刚自然明白这个后果。我和唐昊只是旧识，他把教皇令交给我，是因为信任我，让我在必要时保护他的儿子。我从未替他窃取武魂殿情报。执法堂内众人眼神瞬间变了，玉小刚脸色惨白，他一时情急，竟说漏了嘴。他的儿子是谁？玉小刚咬紧牙关，不再说话。比比东也皱起眉头，他当然知道唐昊的儿子是谁，唐三，那个拥有昊天锤的少年，魂师精英大赛参赛者。若唐三身份在此刻被正式写进执法堂案卷，事情会变得更加麻烦。我看了一眼玉小刚的反应，直接提笔记录。玉小刚承认教皇令来自唐昊，且唐昊交付令牌的目的是保护其子，唐昊之子身份待查。此案新增方向，通缉犯唐昊亲属潜入魂师大赛。菊斗罗和鬼斗罗脸色同时一变，他们原本就奉比比东之命留意这次大赛中疑似昊天宗传人的少年，如今林业把这件事写入案卷，意味着执法堂和供奉殿都有理由介入调查。比比东眼底闪过一丝烦躁，他原本是想掌控这件事的。唐三若真是唐昊之子，杀与不杀，何时杀，怎么杀，都应由他决定。可林业这一记卷宗，等于把事情公开化了。供奉殿一旦知道，绝不会允许他私自处理。唐昊之子，此事为何教皇殿未曾上报供奉殿？只是猜测，尚未确认。现在确认方向已经出现，唐昊将教皇令交给玉小刚，用于保护其子。玉小刚又在魂师大赛期间进入武魂城，试图面见教皇，此事足以立案调查。金恶斗罗看了我一眼，他发现这个年轻人很擅长把散乱的疑点串成线，更重要的是，他敢说，敢当着比比东的面说，这在武魂殿内部太少见了。继续问。第三问玉小刚，你此次面见教皇是否与唐昊之子有关？玉小刚死死闭着嘴，他不敢回答了。记录拒不回答。第四问，你是否准备向教皇冕下询问双生武魂修炼之法？玉小刚瞳孔骤缩，比比东脸色也微微一变，这一次连金恶斗罗的眼神都彻底锐利起来。整个斗罗大陆已知真正拥有双生武魂且修炼到极高层次的人少之又少，比比东便是其中之一。若唐昊之子也是双生武魂，而玉小刚此次来见比比东是为了询问双生武魂修炼方法，那性质就完全变了。这是要从武魂殿教皇手中替通缉犯之子谋取顶级修炼机密。不是。这时裁决之书忽然亮起一道幽光，书页上浮现出一行字：目标言语与精神波动不符，疑似虚假陈述。玉小刚，执法堂问询期间做虚假陈述，罪加1等。你凭什么说我撒谎？我没有解释裁决之书的能力，既然不是为双生武魂修炼法而来，那你来见教皇究竟为何？玉小刚再次沉默。理论交流，交流何种理论？旧有叙旧，为何持唐昊令牌？为魂师大赛，为何拒绝登记？为唐昊之子，为何不敢承认？玉小刚被问得脸色惨白，他发现自己无论怎么回答，都会落入林业的逻辑之中。承认是罪，否认会被继续追问，沉默则被记录为拒不配合。他终于忍不住看向比比东。教皇冕下。这一声没有喊东儿，可比比东仍然听出了其中的求助。他心中微微一痛，哪怕理智告诉他不能再插手，可看到玉小刚这副狼狈模样，他还是难以无动于衷。当年的种种在他脑海中一闪而过，那个在资料库中兴奋地与他谈论武魂理论的青年，那个会因一个小小发现而眼睛发亮的玉小刚，那个他曾经以为可以共度一生的人。可还不等他开口，我便看了过来。教皇冕下，你现在若替他回答，便是再次干预问询。比比东心头怒火骤起。林业，你真以为本教皇不敢杀你？整个执法堂骤然一寒，菊斗罗和鬼斗罗虽然被锁住，却也同时抬头。玉小刚眼中浮现出希望。教皇冕下当然敢杀我，但杀我之前，请先回答供奉殿一个问题。2供奉，若执法人员正在审查涉及唐昊教皇令内部资料外泄、双生武魂机密的重大案件时，被关联审查人当场击杀，供奉殿会如何定性？金恶斗罗眼神沉了沉。若真如此，供奉殿会接管全案，并请教皇入供奉殿说明。比比东眼底寒意翻涌，却没有再出手。他现在还不能和供奉殿彻底撕破脸。我收回目光，继续看向玉小刚。第5问，你是否知晓唐昊之子的真实身份，并长期对武魂殿隐瞒？玉小刚脸色惨白，没有回答。第6问，你是否知晓唐昊之子拥有昊天锤
锤武魂。玉小刚身体猛地一颤。第7问：你是否在明知其为武魂殿敌对势力后人之情况下，仍以武魂殿旧资料与双生武魂线索培养其成长？玉小刚嘴唇发抖，这已经不是简单审问了，这是把他和唐三之间的师徒关系直接定义成了帮助武魂殿敌人培养未来强者。他终于绷不住了。唐三只是一个孩子，他还没有做过任何危害武魂殿的事，你凭什么把上一代的仇恨牵扯到他身上？这下执法堂内所有人都听见了。记录：唐昊之子名为唐三，玉小刚承认其身份并为其辩护。玉小刚脸色一僵，随后整个人像是被抽空了力气。唐三现在何处？玉小刚咬牙不语。不回答也无妨，魂师大赛参赛名单中自有记录，调取各学院参赛名单，查唐三所属队伍。那名执事连忙照做，很快一份名单被送到我手中。史莱克学院，唐三，参赛学院。唐昊之子竟作为参赛学员进了武魂城。菊斗罗和鬼斗罗沉默，比比东神情冷淡，看不出情绪。唐三虽然是唐昊之子，但他从未伤害过武魂殿任何人。所以你承认他是唐昊之子？玉小刚再次僵住，这个林业根本不是在和他辩论，只要自己开口，任何一句话都可能成为记录的一部分。我看着玉小刚，终于给出阶段性结论。目前案情如下：第一，玉小刚持有唐昊交付的教皇令；第二，唐昊交付令牌目的是保护其子唐三；第三，唐三为史莱克学院参赛学员，已进入武魂城；第四，玉小刚此次面见教皇，疑似为唐三谋求双生武魂修炼机密；第五，玉小刚曾在比比东圣女时期获得武魂殿资料库特殊查阅权限，后将部分基于未公开资料整理的内容对外发表，获得大师名望；第六，比比东作为当年权限批准人，当前干预执法者，与本案存在重大利益冲突。我每说一条，执法堂内的气氛便沉重一分，到最后连不少执法人员看向玉小刚和比比东的眼神都变了。综上，执法堂初步裁定玉小刚不再适合以名誉长老身份享受任何武魂殿便利，即刻冻结其名誉长老身份，暂押执法堂候审，同时传讯史莱克学院唐三前来接受身份核查。不行，唐三是参赛学员，受魂师大赛规则保护。参赛学员身份不是拒绝执法核查的理由。林业，你若动唐三，史莱克学院不会答应，天斗帝国也不会答应。那就让他们来执法堂说明。正好我也想问问，他们知不知道自己队伍里藏着唐昊之子？这时，执法堂外忽然响起一道年轻而愤怒的声音：不必传讯，我已经来了。此时武魂殿执法堂外，一名蓝衣少年站在那里，他面容清秀，眼神却极其冷厉。史莱克学院一行人跟在他身后，弗兰德脸色阴沉，刘二龙眼含怒火，戴沐白、马红俊、奥斯卡几人神情紧绷，宁荣荣站在人群之中，眉头紧皱，小舞眼底满是担忧与愤怒。原本众人还在为魂师大赛做准备，可突然有武魂殿执法人员前往史莱克学院驻地，要求唐三来执法堂接受身份核查，理由是唐三涉嫌与武魂殿通缉犯唐昊有关，玉小刚涉嫌利用唐昊交付的教皇令进入武魂殿。这个消息一出，史莱克众人当场炸了。唐三进入执法堂后，看到的第一幕便是玉小刚狼狈跪地，身上缠着黑金色锁链。唐三的眼神瞬间冷了下来，对他而言，玉小刚不只是老师，更像是父亲一样的存在。自6岁觉醒武魂以来，是玉小刚教导他，是玉小刚认可他，也是玉小刚让他明白双生武魂的特殊之处。在唐三心中，玉小刚的地位甚至超过绝大多数人。如今见到老师被如此对待，他心中杀意几乎控制不住的升起。放开我老师！我看着他，眼神平静。姓名：唐三。我做回登记案后，翻开卷宗，提笔写下：唐三，武魂殿通缉犯唐昊之子到案。到案第一句话要求释放候审嫌犯玉小刚。你在写什么？记录。唐三眼神更冷。你就是林业所属。唐三沉默一瞬。史莱克学院。身份。唐三眉头皱得更深。参赛学员。我写下几行后又问：父亲姓名。执法堂内气氛骤然紧绷，史莱克众人神色微变。弗兰德眼角一跳，刘二龙下意识看向玉小刚，玉小刚脸色苍白。小三，别回答。唐三看了玉小刚一眼，心底一沉。老师的反应已经说明这个问题不简单。他虽然知道自己父亲名叫唐昊，却并不完全清楚武魂殿方面掌握了多少。更重要的是，他不知道林业究竟想做什么。我父亲是谁，与你无关。唐三拒绝说明父亲身份。林业，你少拿这种记录吓人。我来这里不是接受你审问的，我是来带我老师走的。带走候审嫌犯需要正式释放文书。你一个执法堂记录员，有什么资格扣押我老师？他是武魂殿名誉长老，是魂师界公认的大师，就算真有什么误会，也不该有你如此羞辱。你是来认罪还是来劫人？史莱克众人顿时怒了。戴沐白向前一步。
步，邪眸中寒光闪烁。你说话放尊重点，唐三是我们史莱克学院的人，不是什么犯人。就是你们武魂殿也太霸道了，先抓大师，现在又想污蔑小三。小刚犯了什么罪？你们凭什么把他锁成这样？今天你们要是不给个说法，别怪我不客气。执法堂内不少武魂殿人员脸色微变。史莱克学院虽然整体实力不算顶级，但背后牵扯不小。弗兰德是魂圣，刘二龙也是魂圣，宁荣荣是七宝琉璃宗小公主，唐三更疑似唐昊之子。如果在这里动起手，事情会变得极其麻烦。然而我却没有看他们，我的目光一直落在唐三身上。唐三，我再问一遍，你来此是配合执法堂核查身份，还是准备强行带走玉小刚？若我老师无罪，我自然要带他走。你如何证明他无罪？你又如何证明他有罪？我点了点桌上的卷宗，卷宗里已有阶段性证据。玉小刚持有来自唐昊的教皇令，拒绝说明来源，试图进入教皇殿。他承认唐昊将令牌交给他，是为了保护其子。他承认唐昊之子名为唐三，也就是说，你便是这枚教皇令背后的受益人之一。唐三瞳孔微缩，猛地看向玉小刚。玉小刚脸色惨白，嘴唇颤动，却说不出话。唐三心中顿时明白，林烨说的很可能是真的。这件事他隐约知道一些。当初玉小刚确实拿出过教皇令，但他从未想过这枚令牌会在武魂殿执法堂成为罪证。那枚教皇令既然在我老师手中，自然有它存在的理由。我父亲把令牌交给老师，也只是为了保护我，可这有什么错？武魂殿通缉令上，唐昊袭击前任教皇，导致前任教皇重伤而亡，此案至今未解。那你们怎么不说是你们武魂殿先逼死了我母亲？执法堂内气氛骤然一变，惊愕斗罗眼神沉了沉，比比东的目光也微微闪动，史莱克众人脸色复杂。记录：唐三承认唐昊为其父，并指控武魂殿逼死其母。唐三脸色一僵，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情绪激动之下说漏了。你既然承认唐昊为父，那么你是否知晓唐昊是武魂殿通缉犯？知道又如何？记录：唐三知晓其父为武魂殿通缉犯。第二问：你是否知晓玉小刚手中的教皇令来自唐昊？小三，不要说。候审嫌犯玉小刚干扰问询。记录：我不知道令牌具体来源。那你是否曾因玉小刚持有教皇令而免于武魂殿盘查，获得特殊通行，或是他人忌惮不敢追究？唐三眼神微变，没有回答。那枚教皇令确实帮过他们，甚至在很多场合，只要玉小刚拿出令牌，武魂殿人员便会退让。记录：唐三拒绝回答是否曾受益于唐昊交付之教皇令。林烨，你一口一个记录有意思吗？我老师为人如何我最清楚，他一生钻研武魂理论，为了培养年轻魂师呕心沥血，你凭什么将他定为嫌犯？凭证据。你那所谓证据，不过是你们武魂殿自己的档案，谁能证明那些档案不是你们伪造的？执法堂内不少武魂殿人员脸色都沉了下来，惊愕斗罗目光也冷了几分，怀疑武魂殿档案造假，这不是小事。你认为武魂殿档案不可信？至少我不信你。那你信玉小刚吗？无论他说什么你都信？老师不会害我。我没问他会不会害你，我问的是他会不会骗你。你什么意思？我翻开另一份卷宗，玉小刚曾对外宣称10大武魂核心竞争力乃其个人研究成果，但武魂殿旧档显示，其中至少6项理论在玉小刚进入资料库之前便已有相似甚至完整记录。玉小刚签署过保密文书，承诺不传播武魂殿未公开资料，但他之后仍将相关内容整理发表，并以此获得大师名望。唐三，你是否知道你老师所谓理论大师之名，有相当一部分来自武魂殿内部资料？不可能。你可以不信，但你可以问他。玉小刚脸色惨白，眼神闪躲，他想否认，可惊愕斗罗在，比比东在，档案在，保密文书也在。他若继续否认，林烨只会拿出更多东西。最终玉小刚只能艰难开口。小三，理论研究本就不是凭空而来，老师当年确实参考过一些武魂殿资料，但10大核心竞争力是老师整理归纳完善之后的成果，没有老师，那些东西依旧只是尘封旧档。唐三沉默了，理智告诉他，玉小刚这番话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他的情感却感到一丝不适，因为玉小刚过去从未告诉过他这些理论和武魂殿资料库有关。在唐三心中，玉小刚是以一己之力挑战整个魂世界偏见的理论大师，可现在这个形象出现了一道裂痕。唐三，你是否知晓玉小刚此次来武魂殿是为了向比比东询问双生武魂修炼之法？唐三眼神骤然一凝，史莱克众人也脸色一变。双生武魂？小三，你是双生武魂？唐三心中一沉，这件事他一直隐藏得很深，除了极少数人，并不想让外界知道。林烨，你泄露参赛学员隐私，居心何在？当此隐私涉及武魂殿通缉犯、教皇令、教皇机密时，它便不是普通隐私。我是不是双生武魂与你无关。
你第二武魂是否为昊天锤？不知道。目标精神波动异常，疑似虚假陈述。记录：唐三拒不承认第二武魂信息，疑似虚假陈述。唐三的拳头缓缓握紧，心底杀意越来越重。林业不是单纯在审于小刚，他也在审自己，而且这个人似乎知道太多东西。林业，你到底想做什么？查案。你分明是在针对我老师，针对史莱克，针对我。若你们无罪，查不出结果；若查出结果，那不是针对，是事实。但慕白终于忍不住了，他上前一步，邪眸白虎的气息散发出来。够了，你们武魂殿别欺人太甚！魂师大赛还没开始，就要对参赛学员下手吗？小三是我们史莱克的人，你想审他，先问问我们答不答应。小五更是眼神冰冷的挡到唐三身旁，谁也不能动小三。奥斯卡虽然紧张，却也站了出来。弗兰德脸色阴沉，对着比比东拱手：教皇冕下，史莱克学院是受邀前来参赛，如今你们武魂殿执法堂无故扣押我院老师，又当众审问我院学员，是否该给我们一个解释？比比东当然想顺势压下林业，可金鳄斗罗站在一旁，他不好直接偏向史莱克，尤其唐三身份已经暴露。我看着站出来的史莱克众人，眼神没有半点波动。你们是要为唐三作保？他是我的学生。你知道他是唐昊之子吗？弗兰德沉默，他当然知道一些，但不可能在这里承认。你知道他拥有昊天锤吗？弗兰德脸色更加难看。学生武魂隐私不必告知外人。若只是普通隐私确实不必，但昊天锤涉及武魂殿通缉犯唐昊，也涉及魂师大赛安全。你身为院长，隐瞒参赛学员重大风险身份，是否知情？弗兰德被问住了。什么风险身份？唐三只是一个孩子。一个孩子若持有剧毒暗器，携带昊天锤，隐瞒通缉犯亲属身份进入武魂城，依旧需要核查。唐三眼神一冷，你连暗器都知道，所以你承认你持有暗器。唐三再次意识到自己失言，脸色愈发阴沉。记录：唐三疑似承认持有特殊暗器。你卑鄙！问询不卑鄙，撒谎才卑鄙。小五还想说什么，却被唐三抬手拦住。林业，你说了这么多，无非就是想把我和老师定罪。可我告诉你，我父亲的事不代表我有罪，老师参考过武魂殿资料，也不代表他有罪。我拥有双生武魂，更不代表我有罪。你若真有本事，就拿出我和老师危害武魂殿的实际证据，否则我今日一定要带老师离开。这几句是你今日说的最像样的话。唐昊有罪，当然不代表你有罪；玉小刚参考资料，当然不代表窃密；双生武魂也当然不代表危害武魂殿。所以执法堂现在只是核查，不是定罪。可你刚才说要带玉小刚离开，那么现在问题变了。我合上卷宗，站起身。唐三，你是否拒绝执法堂核查？唐三没有回答。你是否要强行带走候审嫌犯玉小刚？若你们不放人，我会自己救。执法堂内气氛瞬间凝固，史莱克众人脸色变了。小三，冷静。小三，不要冲动。记录：唐三当众表示，若执法堂不放人，将自行救走候审嫌犯，行为定性劫囚危险。你除了记录还会什么？会执法。裁决之书翻开，一条黑金色锁链从书页中缓缓探出，但这一次我没有立刻出手。唐三，我给你最后一次选择：第一，放下敌意，接受身份核查；第二，继续威胁执法堂，我会以劫囚未遂将你拘押；第三，动手。若你动手，性质便从问询变为袭击执法机构，到那时不只是你，整个史莱克学院都要接受审查。弗兰德脸色骤变。林业，你这是威胁？不，这是告知后果。唐三拳头握紧，他知道自己不能动手。这里是武魂殿执法堂，比比东、金鳄斗罗、巨鬼斗罗都在，一旦动手自己绝无胜算。可看着玉小刚被锁在地上，看着林业用那种平静到近乎冷漠的语气审问他们，他心中的怒火怎么也压不下去。就在这时，宁荣荣从史莱克众人中走出，脸色虽然有些发白，却仍强作镇定。林业，我是七宝琉璃宗宁荣荣，我想问一句，如果唐三配合身份核查，执法堂是否能保证不会在没有定罪前伤害他和大师？执法堂只依法拘押，不私刑伤人。那大师身上的锁链呢？拘押手段，玉小刚此前拒不配合，且有外力试图带走他，因此维持锁链。宁荣荣咬了咬唇，看向唐三。三哥，先别冲动，这里情况不对，我们先把事情弄清楚。唐三沉默，他知道宁荣荣是在给他台阶，可是让他当众接受林业核查，他不甘心，尤其林业把老师逼成这样。我可以接受核查，但我要你先解开老师身上的锁链。拒绝，那就没得谈。所以你选择截人。唐三没有再说话，但他的右手已经微微垂下，袖口之中一枚细小暗器悄然滑入掌心，动作很细微，绝大多数人都无法察觉。可我的裁决之术已经亮起。目标唐三出现攻击预备行为，携带危险物暗器，行为定性，袭击执法人员未遂。唐三，把手里的东西放下。唐三瞳孔猛缩。
缩，他怎么发现的？史莱克众人也愣住了。小五下意识看向唐三的手，唐三沉默一瞬，随后缓缓抬头。你果然很危险。危险的是你在执法堂内以暗器对准执法人员。唐三，你是在把自己往罪名上送。唐三眼底冷意翻涌，他知道自己的暗器暴露了。既然如此，再装下去也没意义。下一刻，他脚下鬼影密宗骤然展开，整个人如同一道残影，瞬间绕过前方桌案，直奔玉小刚而去。只要带老师离开执法堂，再由史莱克、七宝琉璃宗和天斗方面施压，事情还有转机。选择错误，裁决之书骤然翻页，黑金锁链破空而出。唐三，袭击执法堂、劫囚、拒绝核查，三罪并发，准许拘押。唐三瞳孔一缩，他脚步一错，鬼影迷踪发挥到极致，竟在方寸之间避开第一道锁链，同时左手甩出数枚透骨钉，右手蓝银草爆发，试图缠住桌案借力改变方向。可锁链不止一道，第二道锁链从地面升起，第三道锁链从侧面封路，第四道锁链直奔他的手腕。唐三眼中紫光一闪，紫极魔瞳开启，他强行看清锁链轨迹，身体以不可思议的角度扭转，竟硬生生穿过了4道锁链封锁。好身法！比比东也微微眯眼，唐三的战斗天赋确实不差，难怪玉小刚对他如此看重。唐三距离玉小刚只剩3步，他眼底浮现一丝喜色。只要碰到老师，便能尝试用暗器切断锁链。你以为执法锁链是靠身法夺的？唐三浑身一寒，下一刻裁决之书上浮现出他的名字，唐三2字缓缓亮起，6道锁链同时从虚空降下。这一次锁链不再追逐他的身法，而是直接锁定他的罪名。唐三只觉身体猛地一沉，仿佛整座执法堂的律令都压在了他身上，他的魂力运转骤然凝滞，鬼影迷踪被迫中断。唐三被锁链强行压在地上，一只膝盖重重砸碎地砖。小三，小五立刻就要冲上去，戴沐白、马红俊也同时释放魂力。史莱克学院众人若再上前一步，按协助劫囚处理。弗兰德脸色巨变，都别动。可是小三不能动，这里不是学院，是武魂殿执法堂。唐三咬牙想要挣扎，可越挣扎锁链越紧，他的右手仍死死握着暗器。我走到他面前，低头看着他。唐三，本可以只是接受核查，现在你是劫囚未遂的嫌犯，你会后悔的。这句话玉晓刚才也说过，但目前为止，后悔的人似乎不是我。我抬手，一条锁链缠住唐三右手，将那枚暗器取出悬于半空。暗器细小如针，泛着幽冷寒光。有毒！执法堂问询期间，唐三以剧毒暗器预备袭击执法人员。林烨，小三只是救失心切，他没有真的伤到你，所以现在是未遂。若伤到了，便不是拘押，是就地镇压。有本事你放开我，我们公平一战。这里是执法堂，不是斗魂场，我不需要和嫌犯公平一战，我只需要拘押你。唐三心中怒火几乎炸开，可他偏偏无力反驳。二供奉，唐三身份核查已出现重大问题，其承认唐昊为父，知晓其父为武魂殿通缉犯，在执法堂内拒绝核查，威胁劫囚，并以剧毒暗器预备袭击执法人员，随后实际实施劫囚行为。执法堂申请将唐三暂押候审。金鳄斗罗看着被锁链压住的唐三，眼神深沉。准！史莱克众人脸色大变，小五再也忍不住，刚想冲出去，却被柳二龙一把拉住。柳二龙眼中也满是怒火，可他知道现在动手只会让事情更糟。唐三被压在地上，眼神死死盯着我，我则回到案前重新提笔。新增嫌犯唐三，案由通缉犯亲属身份核查案、劫囚未遂案、袭击执法人员未遂案与玉小刚案并案审查。写完后，我抬头看向史莱克众人，现在轮到你们了。什么意思？史莱克学院作为唐三参赛所属学院，需要说明3件事：第一，是否知晓唐三为唐昊之子；第二，是否知晓唐三拥有昊天锤；第三，是否知晓玉小刚持唐昊交付之教皇令，并借此进入武魂城。如果知晓，便是隐瞒风险参赛人员身份；如果不知晓，便是学院审核失职。所以弗兰德院长，你选哪一个？弗兰德额头青筋跳动，他终于明白玉小刚刚才承受的是什么感觉。这个林烨根本不给人喘息的机会，每一句话都逼着你在2个更坏的答案里选一个。林烨，你少在这里偷换概念。唐三是唐三，唐昊是唐昊，上一代人的恩怨凭什么算到孩子身上？我没有因唐昊之罪直接定唐三之罪，所以唐三现在只是候审，不是处决。你把人锁成这样，还说不是定罪？拘押不等于定罪。唐三在执法堂内试图劫走候审嫌犯，并以剧毒暗器预备袭击执法人员，这是新发生的行为，不是上一代恩怨。柳二龙一致，这话他无法反驳。小三只是想救老师，动机可以记录，但动机不能抹消行为。若有人为了救亲人闯入牢房杀伤执法人员，是否也能因为一句情有可原便无罪？可你们本来就不该抓大师。玉小刚是否持有唐昊交付的教皇令？玉小刚是否拒绝登记、拒绝说明令牌来源？玉小刚是否与唐三、唐昊双生武魂修炼机密存在关联？小五脸色发白，他不懂这些弯弯绕绕，他只知道大师被抓了，唐三被锁了，他想救他们。可我的问题像是一道道冰冷
能铁门，把他所有情绪都挡在了外面，情谊无法替代事实，愤怒也无法推翻记录。弗兰德终于开口，他知道继续让柳二龙和小五争下去，只会让局势更糟。林执法，唐三的父亲身份我们确实有所耳闻，但唐三本人从未做过危害武魂殿之事。他是我史莱克学院的学生，也是这次魂师大赛的正式参赛学员。武魂殿作为大赛主办方，有保护参赛学员安全的责任。如今你将他拘押，是否已经违反大赛规则？弗兰德院长终于开始谈规则了。既然谈规则，那便说清楚，魂师大赛规则是否规定参赛学员可以隐瞒通缉犯亲属身份进入武魂城？没有。是否规定参赛学员可以在执法堂内劫囚？没有。是否规定参赛学员可以以剧毒暗器预备袭击执法人员？没有。既然没有，唐三便不能用参赛学员身份逃避执法。但大赛规则也没有规定武魂殿可以随意拘押参赛学员，所以我没有随意拘押，我列出了案由，记录了行为，出示了阶段性证据，并获得供奉殿旁听认可。这不是随意，这是执法。弗兰德握紧拳头，他第一次觉得和林业这种人争辩，比和一名封号斗罗交手还让人憋屈。你每说一句话，他便拿出另一条规矩。你越想讲情，他越要求讲事实；你越想讲身份，他越要求讲程序。最后你会发现自己无论站在哪个角度，都在被他拖回案卷之中。照你这么说，只要你们武魂殿想查，所有参赛队伍都能被你们扣下来。若所有参赛队伍都有人在执法堂内劫囚，并用剧毒暗器袭击执法人员，那确实都能扣。你分明是在强词夺理。你可以指出我哪一条不符合武魂殿律令？马红俊张了张嘴，他哪里懂武魂殿律令？宁荣荣看着这一幕，心中越发不安。他出身七宝琉璃宗，从小见过太多宗门谈判和势力博弈，所以他比戴沐白、马红俊等人更清楚，史莱克现在非常被动。宁荣荣咬了咬唇，向前一步。林执法，我承认刚才三哥出手确实冲动，但这件事的起因终究是大师被你们执法堂扣押，现在大师和三哥都被拘押，史莱克学院自然会情绪激动。我想问，如果我们愿意配合核查，执法堂能否暂时解除唐三和大师身上的锁链，至少保证他们不受羞辱？不能。玉小刚有外部人员试图救走，唐三本人刚刚实施劫囚，在风险没有解除前，执法堂不会解除拘押锁链。可他们一个是理论大师，一个是参赛学员，又不是穷凶极恶的罪犯，所以理论大师和参赛学员应该使用更轻的拘押标准。若今日被锁在这里的是一个平民魂师，没有大师名号，没有学院背景，没有宗门出身，你们会不会要求执法堂解除锁链？这不一样，他们是我们的朋友。所以你们要的不是公道，是特权。史莱克众人脸色都变了，弗兰德面色铁青，刘二龙怒不可遏，宁荣荣则像是被击中了某个要害，嘴唇微微发白。你们说玉小刚是大师，所以不该被锁；说唐三是参赛学员，所以不该被拘押；说他是你们的朋友，所以情有可原。但执法堂若只因身份、天赋、情谊而改变标准，那武魂殿律法便只剩下欺压平民的作用。强者犯错可被谅解，天才违法可被开脱，名人涉案可被体面处理。最后真正被法典约束的，只剩那些没有靠山、没有天赋、没有人替他们说话的普通魂师。这种法不是法，是权贵的门槛。比比东眼神冰冷，他当然听得出来，这番话不只是说给史莱克听，也是说给他听。玉小刚在他这里便是那个因为旧情而应被特殊对待的人。金鳄斗罗站在一旁，眼神深处闪过一丝赞许。活了100多年，见过太多天才，但像林业这样实力诡异强大，心性却又如此稳定，还敢把规矩2字压到所有人头上的年轻人，还是第一次见。更重要的是，林业的立场目前看起来非常纯粹，不是为了反教皇，不是为了亲供奉殿，也不是为了讨好哪一方，他从头到尾只有一个立场：执法。若武魂殿多几个这样的人，也许很多击毙早就该被清掉了。林执法，你话说得漂亮，可这世上哪有什么绝对公平？强者与弱者本就不可能站在同一个位置。宗门、学院、帝国、武魂殿，哪个不是靠实力说话？你今日说身份不该影响执法，可若没有2供奉在这里，你真能挡住教皇冕下和2位长老吗？你说的对，没有实力，法典就是纸，所以执法堂需要力量，但拥有力量之后，是用它维护法典，还是用它践踏法典，这才是问题。你们史莱克奉行怪物理念，认为天才可以打破常规，不反对天才，但我反对天才打破规则后，还要求所有人为他让路。说到底，你还是想审判我。你错了，不是我想审判你，是你做了该被审查的事。我只是想救老师。那你为何要带毒暗器？如果我没有发现，你会不会出手？若暗器命中我，我会不会死？你若真那么容易死，就没资格坐在那里审人。记录：唐三对预备使用剧毒暗器袭击执法人员一事无悔意。
议。唐三眼中怒火一闪，林业，我抬手，裁决锁链微微收紧，将唐三重新压低半寸。候审期间保持安静。你放开他！史莱克学院学员小五，你若继续试图干预拘押，我会将你一并列入协助劫囚名单。林业，你敢？柳二龙，蓝电霸王龙家族出身，史莱克学院教师，你若出手，同样记录。柳二龙身上魂力瞬间爆发，弗兰德脸色一变，立刻拉住他。二龙别冲动，福老大，他欺人太甚。你一动，整个史莱克都会被拖下水。柳二龙胸口起伏，却终究没有出手。我的目光转回弗兰德身上。现在继续刚才的问题，弗兰德院长，史莱克学院是否知晓唐三为唐昊之子？有所猜测。记录：史莱克学院院长弗兰德承认对唐三身份有所猜测。第二问：是否知晓唐三拥有昊天锤？知道。第三问：是否向大赛主办方报备？没有。记录：史莱克学院知晓唐三拥有昊天锤，未向大赛主办方报备。学员武魂本就是学院隐私，哪有参赛前必须报备全部底牌的规矩？昊天锤不是普通武魂，唐昊也不是普通家属，尤其在武魂城举办的大赛中，隐瞒唐昊之子携昊天锤入城，已构成安全风险。那是因为武魂殿和唐昊有恩怨，所以史莱克学院明知武魂殿与唐昊有重大仇怨，仍隐瞒唐昊之子身份入城。弗兰德脸色再次僵住，他发现自己又被绕进去了，说不知道是失职，说知道是隐瞒，说有恩怨更证明应该报备。第四问：史莱克学院是否知晓玉小刚持有唐昊交付的教皇令？玉小刚脸色苍白，急忙摇头，不知。你们呢？他们不知道。记录：史莱克学院多数成员否认知晓教皇令来源，此项待查。既然我们不知道教皇令来源，那史莱克学院是否可以不被牵连？不一定，因为唐三已经在执法堂实施劫囚行为。史莱克学院众人虽未实际动手，但多次以言语施压，试图阻止执法，是否构成协助，需后续审查。如果只是唐三和玉小刚出事，七宝琉璃宗还有斡旋空间。可如果整个史莱克都被列入审查，那事情就会牵连到我，牵连到七宝琉璃宗，我不能再继续乱说话了。就在此时，执法堂外传来一道温和却不失威严的声音：林执法，蓉蓉年纪尚小，若有失言之处，还请见谅。此时，一名儒雅中年男子缓步走入执法堂，他身着白衣，气质温和，眉眼间带着久居上位的从容。在他身旁，一名白发老者负手而立，气息锋锐如剑。爸爸，剑爷爷！来人正是七宝琉璃宗宗主宁风致以及剑斗罗陈心。执法堂内的气氛再度变化。如果说史莱克学院本身还不足以让武魂殿忌惮，那么七宝琉璃宗便完全不同。上三宗之一，天下第一辅助宗门，宗主宁风致为天斗帝国太子之士，在大陆上拥有极高声望。剑斗罗陈心更是96级巅峰斗罗，战力惊人。宁风致走入堂中，先向比比东微微行礼，又向金鳄斗罗拱手。见过教皇冕下，见过二供奉。金鳄斗罗点了点头，比比东则神色淡漠，没有说话。宁风致并不在意，转头看向我，目光中带着几分审视。林执法，唐三与大师之事，我刚刚听了几句，此案确实存在疑点，但魂师大赛在即，若参赛学员被压，恐怕会引起两大帝国与各大学院不安。不如这样，唐三和大师暂由我七宝琉璃宗作保，他们不离开武魂城，不接触外界，等大赛结束后再配合执法堂调查。史莱克众人仿佛都看到了希望，若七宝琉璃宗愿意作保，武魂殿总该给几分面子。宁宗主以什么身份作保？七宝琉璃宗宗主。七宝琉璃宗愿为唐昊之子唐三教皇令滥用嫌犯玉小刚作保。宁风致脸上的笑容微微一顿，这一句话直接把担保性质变了。林执法，话不必说得这么重，案卷用语必须准确。宁宗主若要作保，执法堂需要记录完整。担保人七宝琉璃宗宗主宁风致，被担保人唐三唐昊之子，劫囚未遂嫌犯玉小刚，持唐昊交付教皇令入殿嫌犯，内部资料泄露案被审查人。担保责任若二人逃匿、串供、毁灭证据，联络唐昊七宝琉璃宗承担连带责任。宁宗主确认作保吗？宁风致的笑容终于淡了些，剑斗罗陈心眼神微冷，身上剑意隐而不发。小子，你这是在威胁七宝琉璃宗？不是威胁，是说明责任。说老夫一定要带人呢？执法堂内气氛骤然绷紧，若换成任何一个年轻魂师，只怕早已心神崩溃。可我只是翻开卷宗，剑斗罗陈心，七宝琉璃宗护宗长老，若无文书强行带走候审嫌犯，行为定性与菊斗罗、鬼斗罗相同，劫囚。你敢把老夫和他们相提并论？菊斗罗、鬼斗罗脸色有些难看，这话听起来怎么这么刺耳？在执法堂内，身份不同，行为相同，定性相同，封号斗罗也一样。剑斗罗忽然笑了，只是笑意中没有半分温度。好，老夫倒想看看你这执法堂的锁链能不能锁住我的七杀剑。宁风致脸色微变，剑说。剑斗罗没有出手，但剑意已经升起，执法堂内的温度仿佛瞬间下降，所有人都感觉皮肤隐隐刺痛。陈心，这里是武魂
魂殿执法堂。二供奉，老夫无意与武魂殿为敌，但蓉蓉在史莱克，唐三是他同伴。若今日眼看着人被不明不白扣下，七宝琉璃宗的面子往哪里放？所以七宝琉璃宗要的是面子，不是公道。剑斗罗眼神一冷，宁风致心中暗道不好，林烨这张嘴太锋利，一句话便把七宝琉璃宗架到了一个危险的位置。林执法误会了，七宝琉璃宗要的是程序公正。那正好，程序公正的第一步就是嫌犯不能由关系密切者带走。宁荣荣是史莱克学员，唐三是宁荣荣同伴，宁宗主是宁荣荣之父，七宝琉璃宗与本案存在关系牵连，不适合担保。宁宗主坚持担保也可以，请先签署连带责任文书，并接受执法堂对七宝琉璃宗与唐昊、史莱克、玉小刚之间关系的基础核查。宁风致的笑容彻底收敛，若担保，七宝琉璃宗就要承担唐三和玉小刚后续风险；若不担保，刚才那番求情变成了空话。史莱克众人也意识到，局势并没有因为宁风致到来而好转，相反，林烨连七宝琉璃宗都拖进了责任判断，剑斗罗身上剑意越来越生。林烨，老夫纵横大陆多年，还从未见过你这般咄咄逼人的小辈，我也从未见过这么多人要求执法堂为嫌犯破例。剑斗罗冷笑，七杀剑虚影在他身后浮现，锋锐无匹的剑气瞬间充斥整座执法堂。宁风致脸色微变，却没有再阻止。剑术不会真杀人，但若不给林烨这小子一点压力，七宝琉璃宗今日便彻底被压住了。我看着剑斗罗身后的七杀剑，眼神终于多了一丝认真。裁决之书缓缓升空，一页新的律文浮现。外部宗门强者于执法堂内释放武魂威压，逼迫执法人员改变审查决定，行为定性，武力干预执法。那你便定一个给老夫看看。我抬手，执法领域再次展开，但这一次剑斗罗的剑意竟硬生生刺入领域之中，令周围律文都微微震颤。96级巅峰斗罗，杀伐第一七杀剑，果然与菊鬼斗罗不同。我眼底闪过一抹冷光，脑海中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检测到外部巅峰斗罗武力干预执法，目标剑斗罗陈星，执法难度高，建议宿主启用审判真言。我伸手按在裁决之书上，第一次动用了刚刚获得的新能力。陈星，收剑！剑斗罗眉头猛地一皱，他竟感觉自己的七杀剑微微一沉，不是被魂力压制，竟然是被某种更高层次的规则判定为不该继续。这是什么能力？我向前一步，执法堂内未定罪者可辩，有疑点者可查，但任何人不得以剑逼法。裁决之书黑金光芒大盛，剑斗罗身后的七杀剑虚影竟被硬生生压低半寸，整个执法堂众人皆惊。宁风致脸色终于变了，金额斗罗更是目光灼灼地看着我。审判真言，以言定性。这个年轻人的武魂绝不只是领域特殊那么简单。剑斗罗眼中剑意暴涨，他没有被彻底压制，但他已经明白，若继续下去，便不再是试探，而是真正与武魂殿执法堂开战。剑书够了。剑斗罗沉默片刻，缓缓收起七杀剑，执法堂内那股锋锐剑意终于散去，不少人暗暗松了一口气。我也收回审判真言，看向宁风致。宁宗主还要作保吗？宁风致沉默一瞬，随后轻叹一声：此事牵连甚广，七宝琉璃宗不便贸然作保。爸爸。宁风致看了他一眼，眼神复杂。他不是不想帮唐三，但宗主不能只凭情义行事。我提笔记录：七宝琉璃宗宗主宁风致放弃为唐三、玉小刚作保。唐三眼中闪过一抹失望，他理解宁风致的选择，可理解不代表不寒心。小五则红着眼看向宁荣荣，宁荣荣低下头，指尖攥紧衣角，心中满是无力。我合上卷宗，既然无人作保，唐三、玉小刚继续暂押，史莱克学院接受后续问讯。七宝琉璃宗今日干预情况记录在案，但暂不追究。剑斗罗冷哼一声，却没有再说什么。宁风致深深看了我一眼。林执法，今日之事宁某记住了，执法堂也记住了。宁风致眼角微微一抽，他竟一时分不清林烨是不是故意的。就在局势暂时稳定下来时，比比东脸上的怒意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冷静到危险的平和。林烨，你审了这么久，问了玉小刚，问了唐三，问了史莱克，甚至问了七宝琉璃宗，那本教皇倒想问你一句，你以执法堂记录员身份镇压长老，拘押参赛学员，逼退七宝琉璃宗，谁授权你这么做？即便你口口声声依法执法，可你只是记录员，没有主审资格，没有拘押高级嫌犯的独立权限，更没有审查教皇殿长老、外部宗门的资格。所以你今日所做一切，是否也是越权？这一次，史莱克众人、宁风致、剑斗罗，甚至玉小刚和唐三眼中都重新燃起一丝希望。我沉默片刻，随后缓缓翻开裁决之书。就在众人以为我要继续引用法典时，
金鳄斗罗却忽然开口：“授权在老夫这里。”比比东眼神一沉，金鳄斗罗从怀中取出一枚金色令符，令符之上6翼天使纹路熠熠生辉，正是供奉殿令。大供奉口谕：执法堂记录员林业于重大案件中表现卓绝，忠于武魂殿律令，临危不乱，敢审敢查，即刻起升任武魂殿特别执法官。玉小刚案、唐三案、教皇令流转案、内部资料泄露案皆由林业主审，供奉殿旁听，教皇殿不得无故干预。执法堂内所有人都镇住了，比比东的脸色终于彻底难看下来，而我则缓缓起身，向金鳄斗罗行了一礼。林业领命。随后，我转身看向比比东，教皇冕下，既然主审权限已经明确，我会继续推进此案。林业，你最好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供奉殿今日可以给你授权，但若你审错了人，毁了武魂殿名声，谁也保不住你。若我审错，自会受罚；若我审对，也请所有涉案者受罚。比比东眼神一寒，他知道今日在执法堂内继续争下去已经没有意义，他每多说一句，都可能被记录进案卷。他转身看向玉小刚，玉小刚也看着他，眼中带着难以掩饰的求助。那目光让比比东心中一阵刺痛，但他最终只是移开视线。此案既由供奉殿旁听，本教皇暂不干预，但林业，本教皇会亲自盯着你。若你敢夹带私心借案生事，本教皇绝不饶你。教皇冕下可以旁听，但不适合再干预。比比东冷哼一声，转身离开执法堂。我的目光落在菊鬼斗罗身上。菊斗罗月关，鬼斗罗鬼魅，二位干预执法，劫囚未遂，袭击执法人员之事暂记案卷。念在二位是受教皇殿命令而来，且未造成不可逆损失，先解除拘押，后续是否追责，待全案审结。裁决锁链从绝鬼斗罗身上缓缓松开，两人起身时脸色都极其难看。身为封号斗罗，他们何曾如此狼狈过？可眼下供奉殿令已出，他们再不满也只能忍。菊斗罗看了我一眼，眼神复杂，有愤怒，有忌惮，也有一丝说不清的惊异。鬼斗罗则始终沉默，像一道阴影般退到旁边。他们没有立刻离开。比比东虽走了，可他们仍要盯着玉小刚。我又看向史莱克众人。唐三，玉小刚暂押执法狱，史莱克学院暂不得离开武魂城，后续接受问询。不得离开武魂城，只是限制离城，不限制你们日常行动。魂师大赛期间，你们仍可正常参赛，但若有人试图劫狱、串供、毁灭证据，史莱克全员将被列为协助嫌疑。林业，你别太过分。刘二龙老师若觉得不妥，可以向供奉殿申诉。金鳄斗罗站在一旁，神色平静，没有反对，这便等同默认。我们可以走了吗？不行，我要留下陪小三。执法狱不允许无关人员陪同。小五还想再说，却被弗兰德死拉住。小五，走。他知道，如果小五继续闹下去，很可能也会被扣下。史莱克已经不能再折人了。很快，史莱克众人被执法堂人员带离，宁风致和剑斗罗也没有久留。执法堂内渐渐安静下来。将玉小刚、唐三押入执法狱，分开关押，任何人不得探视，每日问询记录单独归档。林业，你不能这么做，我是武魂殿名誉长老。你的名誉长老身份已经被冻结，等审判结束，若你无罪，自会恢复。审判？不错，明日5时，武魂城中央审判台公开审理玉小刚第一案，案名教皇令滥用与内部资料泄露案。玉小刚浑身一颤，心中暗自盘算：私下调查我可以接受，被关几日倒是也没什么。比比东为了避嫌，暂时不救我也可以理解。可一旦公开审判，我的大师名声就全完了。哪怕最后没有定罪，只要武魂殿把我当年查阅资料库、签署保密文书、带走手札、理论与旧档重合这些事情摆出去，那我在魂师界多年经营的形象可就都会崩塌。别人会说我玉小刚的大师之名是靠武魂殿资料堆出来的，说我吃了武魂殿的饭，转头又帮唐昊的儿子，说我靠比比东旧情拿好处。这种舆论比杀了我还痛苦。此案涉及武魂殿内部资料，怎能公开？涉密部分会隐藏，公开的是事实关系与责任判定。魂师大赛在即，公开审判会影响大赛。正因大赛在即，更要公开。各大学院、宗门、帝国代表都在武魂城，他们有权知道武魂殿如何处理持唐昊教皇令入殿的人。玉小刚脸色惨白，看向金鳄斗罗。二供奉，你也是武魂殿前辈，难道要眼看着林业把武魂殿丑事公开吗？金鳄斗罗脸色沉了下来。玉小刚，你搞错了一件事，丑事不是被公开才存在，是坐下的时候就已经存在。若你无罪，
罪，公开审判可以还你清白；若你有罪，公开审判可以警醒武魂殿。老夫不觉得有什么不好。玉小刚彻底绝望，唐三被锁链束缚着，冷冷开口：林业，你敢公开审判老师，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唐三威胁主审官记录。唐三双眼几乎喷火，我没有再理他，带下去押走。很快，玉小刚和唐三被分别押往执法狱。等两人离开后，金鳄斗罗才看向我：你知道这样会得罪多少人吗？知道，史莱克、七宝琉璃宗、天斗帝国、教皇殿，甚至还可能引出唐昊，所以更要公开。为何？私下审会给所有人留下操作空间。史莱克可以说武魂殿暗害参赛者，七宝琉璃宗可以私下斡旋，教皇殿可以暗中干预，唐昊也可能直接解狱。但公开审，所有证据、所有问询、所有立场都会摆在台面上，到时候谁要保玉小刚，便必须当众说明为什么。你是想让他们不敢保？我想让他们不能只凭身份保。金鳄斗罗沉默片刻，忽然笑了一声：好，老夫会向大供奉禀报，明日审判台供奉殿会派人旁听。不过林业，老夫提醒你一句，公开审判是把刀，能斩别人也能伤自己。明日若你证据不足，或者被人抓住破绽，你今日建立的一切威势都会反噬。我明白。金鳄斗罗点头，转身离去。执法堂中终于只剩我和一众执法人员。中年执事低声开口：林执法，明日公开审判，需要执法堂提前布置吗？需要。第一，审判台四周设立3层戒备，外层维持秩序，中层防止骚乱，内层防止劫囚。第二，通知武魂城各驻守魂师，明日午时之前不得擅离岗位。第三，整理玉小刚案所有证据，分为公开卷与涉密卷。第四，派人通知史莱克学院、七宝琉璃宗、教皇殿、供奉殿各参赛学院代表，明日可旁听。还有，执法狱加派人手。唐三不是普通魂师，他的身法、暗器、毒物都要特别防范。玉小刚那边也要盯紧，他逃不了，但有人会想让他闭嘴。中年执事心头一寒，立刻明白我的意思。玉小刚知道太多，比比东旧情，资料库全现，唐昊教皇令，唐三双生武魂，这些东西一旦被公开审问，牵连太大。有人想救玉小刚，也可能有人想杀玉小刚。众人散去后，我独自站在执法堂中，裁决之书悬在身前，书页缓缓翻动，系统提示音响起：重大案件公开审判程序启动，当前主审目标玉小刚，牵连目标唐三、比比东、唐昊、史莱克学院、七宝琉璃宗，审判风险极高。提示：公开审判将改变斗罗大陆原有命运线，宿主是否继续？继续。确认。审判台程序生成中，奖励预估依据，审判完成度结算。而另一边，教皇殿内，比比东站在高高的窗前，脸色阴沉的可怕。菊斗罗和鬼斗罗站在他身后，低头不语。许久之后，比比东才缓缓开口：明日公开审判，林业，这是要毁了小刚。教皇冕下供奉殿已经授权，明面上不好阻止，若要动手，只能暗中。比比东眼神微动，心中暗自分析局面。我当然想过暗中动手劫狱、毁卷，甚至杀了这个林业。可供奉殿现在盯得太紧，林业又不像普通年轻人那样莽撞，他每一步都留下记录。一旦暗中动手失败，我会更加被动。唐三呢？被关在执法狱另一侧，与玉小刚分开。若唐三死在武魂城，唐昊必然现身。而现在供奉殿正在盯着本教皇，我不能让唐昊这把刀落到供奉殿手里。至于小刚，明日审判台上不能让他说太多。教皇冕下的意思是，比比都没有正面回答。公开审判人多眼杂，总会有人不希望武魂殿丑闻外泄。安排下去，必要时让审判乱起来。而此时执法狱内，唐三被单独关押在一间石室中，他的双手被特制锁链束缚，魂力运转受到压制。愤怒之后，他开始冷静思考。林业很强，那锁链古怪，执法堂处处是人，硬闯不现实，但这不代表没有机会。我的暗器被搜走了大半，但不是全部。唐门弟子永远不会把所有底牌都放在明处，袖口夹层、发带细缝、鞋底暗格都还藏着极细小的东西，不足以杀人，但足以开锁，只是需要时间。唐三闭上眼睛，缓缓调整呼吸。林业，你以为把我关起来就赢了吗？唐门弟子
从不坐以待毙。与此同时，另一间石室中，玉小刚缩在角落，脸色惨白，浑身发抖。他没有唐三的冷静，也没有唐三的手段，心中只剩无尽的恐惧。明日公开审判，我的名字会被挂在武魂城中央，所有人都会听见那些难堪的质问。玉小刚抱着头，眼中翻涌着扭曲的恐惧。林烨，你毁我名声，我不会放过你的。就在这时，石室外传来轻微的脚步声。谁？无人回应，只有一道极细微的声音从墙角缝隙缓缓传入石室。想活命，明日审判台上就按我说的做。玉小刚瞳孔骤缩，连忙爬到墙边，压低声音问道：“你是谁？”你不需要知道，你只需要记住，明日林烨问你任何关于资料库和双生武魂的问题，你都咬死一句话。所有事情都是比比东主动给你的。你要我把责任推给比比东？不推给他，你就自己死。你以为公开审判后，你还能保住大师名声？玉小刚，你已经没有选择了。脚步声渐渐远去，玉小刚瘫坐在冰冷的地面上，眼神剧烈闪烁。许久之后，眼底闪过一丝挣扎过后的狠意。小三儿还需要我，我不能倒下。东儿，你那么爱我，应该会理解我的，对吧？夜色渐深，武魂城表面一片安静，暗处却已有无数势力悄然行动。史莱克学院彻夜无眠，宁风致连夜传信七宝琉璃宗，教皇殿暗流涌动，供奉殿灯火不熄。执法堂内，我仍在连夜整理明日审判卷宗，直到最后一份证据封存完毕，才抬头望向窗外。明日午时，武魂城中央审判台，玉小刚的大师之名将迎来第一场真正的公开审判。第二日午时未至，武魂城中央广场便已人满为患。广场正中，一座临时搭建的审判台高高矗立，四周武魂殿执法人员分3层严密戒备，最外层维持秩序，隔绝普通魂师与平民靠近，中层由武魂城守卫驻守，所有旁听人员必须核验身份。最内层是执法堂精锐，个个身着黑色执法袍，腰佩锁链，神情肃然。台上摆放3张案桌，正中主审席，左侧证据席，右侧旁听记录席。审判台后方一面巨大武魂殿旗帜随风舒展，旗帜下方赫然写着8个大字：强者犯法，与庶民同罪。随着一阵人群骚动，史莱克学院众人出现在旁听区。弗兰德脸色阴沉，刘二龙强压怒火，小五一夜未眠，双眼泛红，死死盯着审判台下方的押解通道。戴沐白、马红俊、奥斯卡几人也全都面色凝重。宁荣荣站在人群中，时不时望向另一侧七宝琉璃宗席位。宁风致与剑斗罗已然到场，宁风致面色平和，不露情绪。剑斗罗抱剑而立，眼神锋锐冷冽。很快，天斗帝国的观礼席上也陆续来人。太子雪清河身着华贵长袍，面容温和，目光却深邃莫测。他昨日便听闻了执法堂风波，一个名叫林烨的年轻执法官竟先后压住玉小刚、唐三、居鬼斗罗、比比东，甚至逼退七宝琉璃宗这般人物。若不亲眼一见，着实可惜。武魂殿高层旁听席上，比比东已然落座，他依旧身着神圣教皇长袍，神情高贵淡漠。菊斗罗与鬼斗罗敬礼身后，只是今日众人看向他的眼神都带着几分异样。谁都清楚，今日受审的玉小刚与教皇有着斩不断的旧情纠葛。比比东眼底掠过一丝冷意，昨夜他早已布下后手，这场审判绝不会顺着林烨的节奏走。只要小刚按吩咐开口，局势便能瞬间逆转。一旦案件牵扯到我，便可借机要求终止审判，转交供奉殿内部密审。这场公开审判自然不攻自破。就在比比东暗自思忖时，广场另一头传来整齐沉稳的脚步声。我身着黑金色执法官长袍，缓步踏上审判台。今日腰间多了一枚特别执法官令，令牌通体漆黑，鎏金纹路环绕，正中篆刻一个苍劲的才字。裁决之书悬浮身侧，书页轻轻翻涌，自带凛然威严。我立于主审席前，并未落座，目光缓缓扫过全场，魂力裹挟话音，清晰响彻整座广场。今日公开审理玉小刚案，案由有3：其一，教皇令来源不明，疑似由武魂殿通缉犯唐昊交付；其二，玉小刚曾签署保密文书，却疑似代理并传播武魂殿内部未公开资料；其三，玉小刚此次进入武魂殿，疑似为唐昊之子唐三谋取双生武魂修炼机密。广场瞬间掀起一片哗然，天斗帝国观礼席上，雪清河眸光微动，七宝琉璃宗席位，宁风致面色依旧淡然，心中却暗自轻叹，林烨毫无半分遮掩，铁了心要把所有隐情摆在台面之上。史莱克旁听区，小武气得浑身发抖，满心愤懑。刘二龙伸手按住他，示意他先静静听审。弗兰德面色愈发沉凝，他心里清楚，今日若不能帮玉小刚、唐三洗清嫌疑，整个史莱克都会被彻底拖入泥潭。待广场喧嚣稍稍平息，我缓缓落座主审席。今日审判只审玉小刚第一案，涉密内容不公开细节，仅公示事实关系、行为性质与责任判定。
令，旁听者可听可记，不得喧哗，不得干预，不得以武力扰乱审判，违者按冲击审判台重罪论处。待玉小刚2名执法人员押着玉小刚走上审判台，他脸色苍白，眼窝深陷，明显一夜未眠，憔悴不堪。但相较于昨日执法堂的慌乱崩溃，今日反倒多了一丝刻意的镇定。我扫了他一眼，心中瞬间了然。昨夜执法狱里果然有人暗中动了手脚。被审查人玉小刚确认身份，玉小刚曾用身份蓝电霸王龙家族族人，武魂殿名誉长老，史莱克学院教师。记录：玉小刚武魂殿名誉长老身份已于昨日临时冻结。现在开始第一项审查，教皇令来源。证据席执事上前，将那枚纹路尊贵的教皇令高高举起展示，全场众人纷纷伸长脖颈。这可是武魂殿至高令牌之一，寻常魂师终生难见。玉小刚，此令是否由你持有？是。此令是否由唐昊交给你？玉小刚沉默一瞬，终究点头承认。广场再度哗然，谁也没想到他竟如此干脆。唐昊乃是武魂殿头号通缉犯，他手持唐昊所赠教皇令踏入武魂殿，胆子未免太大。史莱克众人脸色越发难看。唐三虽未现身，但玉小刚这番承认已然将他拖入嫌疑之中。是。唐昊为何将教皇令交给你？玉小刚双拳暗暗攥紧，心里飞速斟酌措辞，不敢完全据实而言。唐昊与我有旧，他知晓武魂殿与我颇有渊源，故而将令牌交由我代为保管。只是保管，没有让你在必要时用此令庇护妻子唐三。玉小刚身形微僵，一时语塞，广场瞬间安静，所有人都盯着他，等着他作答。昨日执法堂问询，你亲口承认唐昊交付教皇令是为庇护妻子唐三，今日为何刻意改口？昨日我心绪纷乱，精神恍惚，言语并不清晰，做不得数。记录：被审查人玉小刚对教皇令用途供述前后矛盾，昨日供称为庇护唐三，今日改口为单纯代为保管。玉小刚面色一阵难看，却无从辩驳。你持唐昊交付之教皇令进入武魂殿，是否提前向武魂殿报备？没有。是否在入殿前主动向殿内说明令牌来源？没有。是否在执法堂要求登记备案时刻意拒绝配合？我当时只是急于面见教皇，并非有意拒绝配合。记录：第一项事实确认，玉小刚自认持有唐昊交付教皇令入武魂殿，未提前报备，未主动说明来源，且在执法堂登记要求下拒不配合。第一项审查暂告一段。台下议论声愈发密集，不少人原本以为玉小刚贵为大师，曾任武魂殿名誉长老，多半是被林业刻意针对。可如今听来，整件事疑点重重，绝非无端构陷。我缓缓翻开第2份卷宗，目光落向玉小刚。现在开始第2项审查，武魂殿内部资料泄露案。玉小刚浑身骤然紧绷，脸色瞬间发白。他心里清楚，真正致命的盘问来了。我没有立刻质询，抬手向证据席示意。一名执法官上前，依次将数份陈旧卷宗文书当众展开展示。第1份证据：20年前，玉小刚进入武魂殿理论资料库调阅记录，共计7次，调阅内容涵盖武魂变异、魂环年限配比、植物系魂环适配、双生武魂早期绝密记录等。第2份证据：玉小刚亲笔签署的保密文书，文书条例明确规定，外部查阅者不得复制代理、传播武魂殿未公开内部研究资料。第3份证据：玉小刚离开资料库时，私自携带手札3本、笔记2卷，未在武魂殿留下备案副本。第4份证据：玉小刚后续对外发表的10大武魂核心竞争力理论，与武魂殿封存旧档中至少6项核心研究结论高度重合。一份份证据当众铺开展示，广场上的议论声渐渐变了味道。大师的理论竟然和武魂殿旧档有关，以前从没听他提过。参考资料倒也正常，可签了保密文书还私自带笔记离开，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难怪武魂殿要审他，这事若是查实，大师的名号怕是要彻底塌了。史莱克席位上，弗兰德脸色阴沉到极点，柳二龙双拳死死攥紧，满眼压抑的怒火。大师不是那样的人。宁荣荣咬着嘴唇，心中满是纠结。他自小在七宝琉璃宗长大，最清楚宗门资料库和保密文书的分量。倘若林业拿出的证据属实，老师绝不像众人以往认知的那般纯粹无瑕。审判台上，我目光淡淡落向玉小刚，正式开口质询。玉小刚，你是否承认曾7次进入武魂殿理论资料库？承认。是否承认签署过保密文书？时间久远，我记不清细节，但文书上的签名的确是我的。是否承认离库时私自带走手札与笔记？承认。是否承认那些手札笔记中有部分内容源自你在资料库查阅的内部资料？玉小刚深吸一口气，心神定了定，终于到了昨夜神秘人叮嘱的关键一步。我承认，当年带走的笔记里确实有部分内容来自武魂殿资料库。我也承认，后来我发表的理论有一部分受那些资料影响，但这些资料不是我私自窃取，是比比东主动给我看的。